哎，我们稍微早开始个一两分钟，也让我去发个推。呃，直播开始了，直播对，然后 Discord。好，大家周三晚上好。我们每周三应该是8点开始直播。有群众反映菏泽郭有才火了，是的，现在已经用叫流量毒瘤来去形容郭有才了，对吧？那么这位朋友估计也就如此了。其实中国这些年通过抖音爆火的个人与城市是非常多的，但是菏泽呢，他就把火车站收拾了一下就开始干了。干得还不错啊，这就是菏泽现在出现的情况啊。这个欢迎我们的新会员。有人以后会怕坐直升机吗？坐咱至少坐个新点儿的没毛病吧？这个太旧的就算了，行不行？或者是维修不是那么及时，零部件不是那么完整的就算了，对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做一些调整的。我看看，还有个3分钟，所以我们现在的人还比较少啊。我们前面是发了预告，是准备来了来了，拒绝送院，全程系好安全带。哎呀，安全带这个东西其实是没什么用的。我记得我刚开始坐飞机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坐飞机应该是大学毕业了以后了啊，上班了。然后人家就问我，他说：“你知道坐飞机系安全带有什么用吗？特别是飞机失事的时候，对吧？”我说：“这玩意儿飞机失事了，你系安全带到底干嘛使呢？”没想明白啊，人家告诉你，在飞机失事的时候系安全带的唯一用途，是为了方便这个回收尸体啊，能够认得出谁是谁来。中美绿色基金不了解啊，这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点赞啊，感谢点赞，系好安全带。我看你天天更新的挺勤啊，能不能透露一下做油管的收入？怎么不把国内一起更新？其实我做油管的收入从来也不藏着掖着，我前面还专门录了好多期节目来讲，我说我做油管挣了多少钱，对吧？这个一个月有个$3000、$4000的样子吧，大概就这种水平。当然这个月可能会惨一点啊，这个月的那个油管收入下降的很厉害。我估计这个月的谷歌的或者这个季度吧，到2季度谷歌的财报应该没有那么好看，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你像上个季度谷歌财报很好看的时候，你播放1000次，它能够挣到$6啊，现在的话是5.5块，所以掉的还是蛮多的。至于国内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讲的东西，我自己有时候没有，就是嘴上没有那么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呢，你搁在国内很容易被人骂，国内又挣不着钱，然后拿回去被人骂的又不开心，这何必呢？所以我从来不在国内放任何东西。然后有任何人问我说，我想把你的内容转到国内行不行？我都严词拒绝。系好安全带，至少不会被这个其实我告诉你，真到这个失事的时候就已经不在意这些事儿了啊。他们说最近新航的事故，空中急降6000尺，没系安全带的挂了啊。这个事情我还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个新加坡航空这个事儿，那到底是个啥事儿啊？好像是心脏病吧？那就不知道了。刚听完散人的节目，他平均每天800刀啊，他是挣得多，他观众也多嘛。
对，油管还是长视频啊挣钱。对，其实啊，这个所有的平台里头只有油管挣钱啊，其他的平台像抖音啊、TikTok 呀、包括 B 站啊，这些都不挣钱啊。你想在那个地方想挣钱呢，一定要去接商业广告，就是你要去跟人谈啊，或者去带货，那个能挣到钱。就是真正能靠广告挣到钱的只有油管。新航去世的那位是78岁老爷爷，是心肌梗塞啊，好吧。最早期的飞机有没有配过降落伞呢？呃，反正是喷气式以后肯定就不配了。早期的也许还能配啊，因为那个时候它飞得还比较低。现在的话，你敢把这个机舱门打开，估计大家就全挂了。超过15分钟就能多插几次广告，这个，哎，何必呢？把这事儿讲完就完事儿了呗。台湾机长说过，飞机不算急降，它正常降落也是1分钟2000英尺，英尺是啊，大概跟尺差不多。对，今天不会卡了吧？不好说啊。而且你看今天没人，今天咱们开始了才10几个人，而且后边实际上还有一个任务在上传。哎，今天怎么就十几个人呢？好奇怪。这个真的是，哎，我今天是哪儿没设对吗？大家都没过来。我正常开始直播应该有个，至少应该有个100来人才合理啊。这个实在是很奇怪啊。好吧，十几个人就十几个人吧。好，我们开始做老范读评。老范读评5月22号，第一条 GPT-4O 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这是对残障人士迈出的一小步，是这样的啊，视障人士，因为有人测试了，就是拿他啊举着手机问他说这个街上有什么东西，他能说的明明白白的啊，这个事儿还是一种新的使用的场景吧。但是大家要想清楚一件事儿啊，给视障人士使用这个确实有很好的社会意义，但是这事儿它不挣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多少视障人士，而且视障人士本身的消费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国内是有很多人去做这种无障碍化相关的软件啊，把这个比如字儿做的很大，或者可以去读屏，做很多这样软件。所有做这些软件的公司没有一个挣到钱的啊，这个所以这件事情呢，它有很好的宣传效果。再往后啊，GPT-4O 好像是每3小时16个问题 ，Plus 是80个问题啊。这个呢是 AK 给我的回答，因为当时在录这条视频的时候呢，我搞不清楚到底是如何限制的，因为他给出来的文档也没有讲是如何限制的啊。他告诉我是每3小时可以问16次，就是免费用户，付费用户的话每3小时可以用问80个问题啊。这个就是正常你要跟他随便聊一会儿是 OK 的，但你要让他做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项目，比如说你跟他练练口语，就算是3个小时80次，其实也是不太够使的哈。啊，再往后上期读评啊，有一位朋友说了，说啊，这个你也不是了解清楚啊，这个规定墨西哥本地零件比例不能低于75%，除非你配件厂也要搬过去，就算搬过去，另外还有可能有政策风险，不怕重新签协议吗？如果重新签协议，比亚迪搬过去纯粹浪费钱，所以短期内不会在墨西哥建厂。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是你自己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啊。中国人向来是很容易钻这种空子。我举一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哪吒汽车啊，哪吒汽车里边用的呢，号称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但其实呢，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芯儿，但并不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包啊。大家知道这事儿有多大差异吗？相当于是我把宁德时代的电池啊零散的买回来，然后呢，在另外一个厂里头再组装成电池包，然后再把它弄到底盘上去。那如果我把宁德时代或者比亚迪的电池从中国运过去，在当地把它塞到电池包里去，
那这个事儿它算不算零件比例超过75%了呢？因为大家知道电动汽车里头最贵的、最重的就是那个电池包啊，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各种的规避的方式是很多的啊。另外呢，现在比亚迪他们已经去了啊，不是说短期内去还是不去啊，就是大家都已经去过了啊。这个包括宁德时代他们都去了啊，所以呢，不要去研究这种事情。至于说另外一个问题说，哎，美国人发现上当受骗了啊，我还要再重新修订法律，这个事儿会不会干？有可能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法治国家嘛，就是人家立法也算法治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通常没那么快啊，它还是会有一个周期，而且另外呢，经过这个周期之后，怎么说呢？这个他也不可能说事无巨细的都给你定死了，对吧？然后中国人总还是能够找到新的漏洞，然后再重新钻过去，啊，这件事儿我觉得对于法治国家来说呢，中国人算是个无解，对吧？他是没有办法的。我看看这边啊，预告设置晚了不晚哦，也是中午设置的呀。他们卡了吧？这个是不是今天有什么重大事件呢？每年这几天国内网络就这样，今天每年这时候还没出事呢，还下个月啊。摸鱼打卡，感谢啊，感觉是统计错误，留言都不止10几位了，现在有20几个人啊，这个很奇怪，来了啊，感谢。马上就35号了，应该不至于吧？AI 版 Be My Air，这个讲的是 Copilot 加 PC 吗？那个我看看，还在上传啊，那个视频上传了72%了。时代的厂现在不止一个地方，我车上的这个电池是江苏时代的，是，而且有好多人就是买电池回来装。你包括我觉得最典型的案例是那个什么英伟达的 GPU，对吧？就是你比如都是4090，然后你4090是英伟达产的，但是你最后买回来的显卡有可能是华硕的，有可能是七彩虹的，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华人干的事情，对吧？你这个华人上去，还是这个你让一个缓慢的立法机制来去阻止它，这个我觉得有点想太多了。坐飞机没有特别没有特别情况，还是系好安全带，像坐车一样。我坐飞机基本上不系安全带的。过了520就要出事儿，好吧？懒发言讲的不好啊，赖发言讲的不好，这个不知道讲的是哪一段了。点赞看视频，感谢。YouTube 的数据库得多大？这个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疑惑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YouTube 的数据库有多大？那个台湾机场不会是大佬詹姆斯吧？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我没看那个。又卡了吗？我这儿不卡啊，我这儿没显示。好，我们继续啊。曲靖翻车啊，还有一条评论说，李彦宏不是曾经说过，如果谷歌再回中国，我们有信心再把谷歌击倒。这个哈哈，滑天下之大稽。我觉得呀，这件事呢，倒没必要去笑话李彦宏啊。就是如果谷歌再回来，对吧？那么李彦宏会让百度的上上下下的人努力的去举报谷歌。那谷歌不就再次被击倒了吗？所以这件事儿并没有那么费劲，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李彦宏说的都是真的啊，我很喜欢李彦宏这个人啊，他净瞎说大实话，就是你看他说的很多话，你觉得很反逻辑，但是都是真的，对吧？他能做到啊，这个当然你说我靠正儿八经竞争，你能不能干掉李彦宏，这个不好说，但是我靠举报把谷歌干掉，这个还是可以的。再往后啊，这个谷歌 I/O 的被截胡这一条，OpenAI 居然会耍这种小伎俩截活谷歌，他们对谷歌的忌惮是超出了我的预期的。AI 的路还很长，真正的问题是这次谷歌展示的这些东西
实际落地的效果如何？微软 Copilot 已经栽了。如果谷歌在这些搜索和全家桶上实际效果能做好并保持领先，以他们的流量基础是有机会翻盘的，并且干掉一派对手的。至于这些短期的眼球效应，并不是那么重要。这件事呢这么想任何技术企业去害怕谷歌、去忌惮谷歌，这事儿都是合理的，对吧？你想，这帮人都是从谷歌出来的。就是 OpenAI 绝大部分人都是 DeepMind 从这地方出来的，他们害怕谷歌这事儿有什么毛病？没有任何毛病至于 Copilot 算不算栽因为正在上传视频讲 Copilot 加 PC 这个事儿这个我看看礼拜6是不是可以再把 Indigo 找来跟他聊一聊MS Build 大会这个事情在这2件事情上呢，我觉得微软表现的比谷歌还要强一些这个回头有兴趣可以明天早上看这个视频。好，我看看因为大家都往上传视频，好吧，这是怎么会呢？这个研究的如何？哎呀，这个我是看了看，但是真的没看到它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点然后没啥好说的这个东西，所以实在是对不起您的这个打赏这个我确实是看了一下它的但是呢，他们的产品对于我来说无感有点不卡这个感谢。啥都说成钻漏洞，不能解释为适应规则吗？这个老范觉得这2者的边界在哪里？这件事儿是这样就是确实有很多人就觉得中国人是不是太喜欢钻空子了？其实你要想清楚一件事规则这个东西呢，并不能事无巨细，对吧？规则里头一定是有很多漏洞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规则为什么可以去运转？因为剩下的东西他会认为你在道德的基础上不会去破坏它，而中国人呢，通常喜欢就是把所有的边儿都给你钻透这个还是有差别的。你就像这个，我们可能很多的协议里头，比如说我跟人签一协议我投资人家一个项目，然后那个协议里头我不会规定说你不可以出去杀人为什么呢？因为其他法律有规定而且呢，在这个里头，我认为说他不能去杀人，我才能投资他，对吧？所以我不会把这块写协议里的但是这个有些人就说，哎，你居然没有写不可以去杀人我是不是去试试，对吧？这个就是中国人爱干的事情。刚来点赞感谢感谢。哎呀，这个是不是卡了？现在，这个网络还在反复的波动有人拆解 iPad Pro 发现里面是2个6G 的内存条，苹果故意屏蔽了4G，达到8G 内存还不知道能不能找个华强北的工程师把屏蔽的4G 改回来这个事儿是改不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留下的这个内存有可能是他自己分配给其他东西用的他比如操作系统专门留一块去做一些AI 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昨天发的 Copilot 加 PC 里头有一个叫 Recode 的功能，然后这个功能就不停的在你屏幕上截图，截完图以后，然后让本地的模型去分析这个图在干嘛，对吧？你比如说，哎，我这个表格做怎么样？我这游戏打怎么样？那它这个后台的 AI 是怎么知道？它是通过这个图知道的。那么这个东西需要多大那个硬盘呢？需要50G 硬盘然后需要大量的内存在里头跑，所以苹果有可能会留下一块这些东西给自己用这个事儿是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次寡姐配音门我看 Indigo 兄弟对奥特曼意见很大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想聊聊我的想法寡姐是个很有名的人，对吧？她叫斯嘉丽·约翰逊，对吧？那么她非常非常有名，她呢出演了这个 Her 这个 Her 里面的这个配音是她配的，虽然在 Her 里面她没有出镜那个很烟嗓的那种非常有一点点沙哑，这个叫 Samantha 的这个嗓子是她出的声音。
然后呢，在这个 GPT-4O 就是要模仿 Her，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OpenAI 也亲自找到了斯嘉丽·约翰逊，说我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声音买下来？然后呢，他拒绝了，拒绝了以后呢，这个这个叫谁呢 ？OpenAI 呢花钱找了一个跟他声线很像的人，重新训练了这个东西，对吧？去把它配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 OpenAI 并没有违法我们要想清楚这件事儿，它没有违法。那因为他也确实找了一个真人，这个真人也有自己的声音，他这个声音也是有使用权的，对吧？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虽然他提到了这个电影叫《Her》，但是呢，他并没有提到斯嘉丽·约翰逊，也就是这个寡姐的名字，所以呢，也不存在说我是蹭你的这个名人效应的这个问题，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它并不是就是说我就蹭你的名字或者说我就说这就是周杰伦这就是雷军他其实没干这事儿只是有点像。然后我提到这个电影，然后大家这个自己去联想就完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告呢未必告得赢，而且他在告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反而让这个OpenAI 的这个新闻热度一直比较高，大家会来讨论这件事情。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特别有名比如说雷军很有名，那么呢，有一个人真的跟他长得很像，那么这个人，那你不能活着吗？你不能伸着脸出门了吗？也没有，对吧？当然这个人现在这个跟雷军长得很像的人呢，自己还去开直播去带货去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算是一个灰色地带但是你说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不好说。6G 内存，这个不是大问题了。今年的苹果16值得期待吗？反正我是不会再买了，因为我现在还在用15，我觉得我的15应该可以战个2-3年是没什么问题的。M 的 CPU 还能看见内存条吗？看不见它是集成在一起的，它是统一内存。奥特曼这招不就是刚才聊的钻漏洞吗？它有那么一点点奥特曼其实这个我觉得我这些叫什么犹太人是比较喜欢干这种事儿的这个其实包括扎克伯格也喜欢干这种事儿。记得以前跟马云长得很像的孩子也跟着出了名了，对马云还资助了他一段时间。不过我们不能给孩子起领导人的名字，对，这个是中国特有现象叫避讳。华强北我相信他们是有实力的，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吧，好吧。来了这个华强北这个事儿我是不太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软件问题，你把这个改完了以后，你只要操作系统不认是没用的，对吧？而且就算它生改了，然后那苹果升级操作系统呗，然后把你所有改掉的直接变砖不就完事儿了？来了跑步来晚了，大家晚上好。对，和名人长得很像，可以直接联系那个名人申请当他的影舞者。你想太多了雷军脸、马云脸，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呗。他反正算个灰色地带。我记得原来是鲁迅的儿子说就很痛苦，因为长得特别像一旦留那个板刷胡以后上街就是说，这不是鲁迅吗？他的日子过得也很不开心上下5000年传承至今的避讳，是的。你像国外其实2世3世，然后谁的名字好我就叫谁的名字。中国人呢他都是避讳的这个反正民族习惯不一样吧。感觉按老范这种说法只能越狱改了，你越狱完了它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继续Sleep 6这个有一些人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首先要跟大家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Python 水平很差我的程序呢C 加加 Java、Delphi， 然后这个 Pascal、Ruby、JavaScript、Dart， 然后Flutter， 这些还 OK 这个但是 Python 确实是比较差的这个一定要承认。
然后呢，我们还原一下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它这个 sleep 6呢写在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是下划线 init 下划线点 py 的一个文件里头。这个呢，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奇葩的地方。这个文件里面写什么的呢？就是 Python 呢，如果是有一个目录里头这个目录里头几个 Python 文件都要成为一个库要打包进去的时候，会写这个文件。通常这个文件里啥也不写就算写呢，一般是这样，比如我这个里头有3文件，然后呢，我写一个 init 点 py 的一个文件，我上头写这3文件里头应该打包哪几个它干这个事。所以在这个里头一般是不会写这个sleep 相关的这个代码的这个确实是非常不规范。然后呢，也有些人呢在发现说，哎，你看他是不是不应该像我说的这样是在这个现场写的这个代码而是这个它是发生在这个大模型里头的，是出现在这个库文件里边出的问题。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如果他这个库就给了所有人就长成这样的话，那也忒丢人了，对吧？这个因为我毕竟那个代码我自己没有看过，所以呢，只能按照我原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按照我原来的经验来去解释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个案例里头呢，我尽量按照我做了20多年程序员，接近30年程序员的经验，跟大家去分析这个里头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只能这样讲因为那个代码我确实没见过，然后它那个库我也没接过，对吧？这个你说这个事儿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肯定是没法跟大家解释清楚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那有些人呢就说你怎么可以替人洗地呢？你洗成这样，对吧？我觉得我讲的算中立还有些人说你屁也不懂，然后是人家就不是这么回事的这个反正就是站华为的呢也上来喷我，这个恨华为的呢也上来喷我有点这个里外不是人这个事儿这条讲的但是也无所谓，我觉得我把我认知的都讲出来也就完事儿了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个再往后说大家只在意这个当下，他前一步的动作是打了帮我，然后可能误按了回车就执行了，然后很迅速的按下了中断实行 Ctrl+C。我是在想如果没有按中断的话，会不会输出那张图片呢？这个其实好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个确实，这个后来我在下边也回复了，我说你知道的太多了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它的代码就完全就是骗人的，就是甭管什么事只要摁回车，等6秒钟都会输出这张图片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但是呢，我们毕竟没有真的去看到代码，也没有在现场，所以这个我们这样恶意去揣测这个华为不是很地道这个事儿也只能这么讲，那还能咋办呢？对吧？这个所以包括一些前华为员工也问我说，哎，说我们看到你这个下边有评论在说这件事儿，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事儿就在乐，而且他说他们在华为上班的时候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上面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演示过去然后你哪怕做假做所有东西，你都必须演示过去他们确确实实是接到过这样的要求的这个我们就不要讲这个前华为员工是谁了吧。这个再往后这个还有人说脚本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等6秒太扯了，人等6秒不怎么样，但 CPU 等6秒相当于人等6个小时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倒没必要这么去思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 Stable Diffusion 画图6秒钟通常还画不出来了，它 Stable Diffusion 是按照这个叫做什么呢？按照这个步数来画图的，你如果给的步数比较多的话，等个1-2分钟都是很正常的所以 AI 跟这个正常的程序执行是不一样，就是它等个几秒钟非常非常正常再往后说老范还是不够专业这个 call stack 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打 Ctrl+C 以后呢它叫做调用堆栈，它会告诉你说谁调用了谁，谁调用了谁，它一层一层的堆积压进去的那么它叫 call stack 这个说这个 call stack 是在 write 把结果写进文件这一步 sleep 的生成的步骤已经完成了造假的部分是在 mandDX 这个mandX 库的代码里头完全没得洗这件事情呢，我觉得
倒是很正常啊。这个为什么？就是我这头要求去开始去生成，然后那头呢等6秒钟再去写文件，这个事儿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进行叫异步啊，就是你既然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像是一个程序员的样子啊，就是这种调用一般是异步的为什么是异步呢？就是我们程序调用分同步调用和异步调用两种如果是同步调用你这个就是执行完一条，执行下一条如果中间卡住了，你一定要等到有结果，那么整个这个时候计算机是锁死的，你打任何回车，打任何的键盘是不动的这个时候呢体验就非常不好。所以正常情况下，所有的这种大模型调用都是异步的，你要让它去干事情干完的时候呢干事情的时候，你的前台就要开始去做其他的东西那么异步调用的话，你就要去侦测结果，说到底调完没调完或者是说我就干脆等6秒钟，就认为你调完了干活就完事儿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再往后还有一条说，任何演示项目一定要把错误信息重定向到文件，华为当年是这么规定的这位朋友呢可能是一位前华为员工我觉得这种规定很正常也像我们以前很多演示也会有这种规定，就是什么叫错误信息重定向呢？就是一旦出错了你这个信息不要输出到这个页面里来不要输出到这个终端上来，而是写到一文件里去这个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不要丢人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它写到文件里以后你下次还可以找说到底哪儿错了这个是华为的一个很好的规定了那为什么这次没有很好的执行呢？有可能就是原来遵守这些规定的人都已经超过35岁了被任正非老爷子送出去让社会感受寒意去了所以剩下的人就比较年轻气盛一些，好的是优良传统没有传递下来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好让我来看看。感觉苹果现在就是不务正业，赶紧把 Vision Pro 多迭代几代才是王道。哎呀，这个我那天去问 Indigo，我说你那 Vision Pro 还用吗？他告诉已经开始吃灰了，对吧？因为上次我跟他录过 Vision Pro 的节目嘛。有人知道现在有没有手机上的虚拟机？这个虚拟另一个安卓有，这个，但它不叫安卓里头它不叫虚拟机它一般是叫双开或者多开，还有叫影子系统的这个是有的。华强北能拿到授权编码之类的权限吗？其实它不需要这个它好多都是就是生生的去模仿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苹果设备。王宝强的那个模仿者和马蓉连麦直接给告了，索赔几百万这个好吧，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加入有人故意整容成某人的样子呢，起初有点像，然后动刀变得更像，还出来带货，这怎么算？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可能边界是在这儿，就是说我有没有出来说我是谁是谁如果比如说你整成马云那样说我就是马云你来咱们赶快来干，买我的东西这个就属于欺诈了。你说哎我就叫什么什么，我就不是马云，我只是跟他长得像，我就算动了刀了，跟他长得更像了，那就是我的自由。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只要上来不要去四处宣扬，用人家的名字再去卖东西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算是，不应该算是违法。苹果以后用百度的 AI 会有什么影响？哎呀，这个就算了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场景太美，不敢回想说到避讳，最近看2月河的雍正大帝小说，老13去世，雍正皇帝将特许是特许将允祥改为尹祥这个确实是爱他这个13弟好吧，有这么一段我都想不起来，这书我看了可能有20年了同情国内只能用阉割的百度 AI。这个我觉得现在只能说是特斯拉在跟百度谈合作苹果没确定这事儿。华强北的成名源自强大的供应链，所以
出色其表现主要表现在硬件的无所不包。当下国内 AI 产业还得看买一堆卡做训练的这帮排头兵们，这个再看呗。现在国内都在开始卷价格了，我看看明后天是不是录一条这个国内AI 降价的这个事情啊，连麦有欺骗的性质，所以会败诉赔钱。是的。这个假如有人，这不是刚才讲这事儿吗？想多了，国内用百度 AI 的人不多，不用同情。我好像还是有人用啊，就政府机构还是有人用的，但是反正我是从来不用，我宁肯用阿里的啊，或者是用这个叫做Moonshot 啊 Kimi。遥遥领先的那个 Sleep 事件有点太搞笑了，做演示之前不弄个彩排怎么练练嘛？这个那他就练过的人都被开了呀，对吧？都找年轻的，可惜 Open 强讲不了，不然他一定可以涨一波订阅。哎，人家现在在努力的宣扬他的 E 大模型呢，对吧？当然，我觉得他们现在日子应该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那玩意儿挺贵的，而且还限制的特别死，1分钟只允许调10次，对吧？现在这个百度直接把小一点的模型开源了啊，就免费了，不是开源，免费了。然后这个叫 DeepSeek，然后这个叫做什么豆包大模型啊，就是字节跳动的豆包大模型，然后通义千问就在疯狂降价，所以这件事儿对于他们来说，对于01万物来说，基本上是不能算灭顶之灾，但我觉得差得不远。李强重名太多了，怎么避讳啊？这个其实还好了。这个李强，我记得原来我在盛大的时候是这个大家起邮箱都必须用全拼，如果前面有人呢，你就在后边加一号当时是李强、王强还是反正是大概类似于一个这样的名字，最后是加到10几吧，20几。对，这个整容像某人又不犯法，你整容像某人又去联系他的家人，欺诈当然是算法了。是的，老范心态好啊，大家怼怼没事儿那不行，怼了我还是会不开心的啊。最近，听说最近江苏南京提出旧房置换新房的3政策，怎么看啊？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个事情。用 GPT API 也要加 Sleep 不然会超过 Token Limit 直接拒绝服务。这个是这样的，它应该不至于吧？因为我最近调GPT 3.5 Turbo 的 API，我觉得速度还是挺快的。对，这个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楼上同学想多了，自古以来，只有时任圣上才为尊者会是这个字吧？可惜某华为前员工讲不了不然他说不定可以和塔主一样涨一波订阅，那这事儿就没法讲了。人家有班上的不像我们这种没班上的，没班上我们就无所顾忌现在华为的网络和设备在整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话语权？感觉它有太多的特权了。我觉得你这个在世界上跟在国内是两回事在国内肯定还是有很大特权的，在世界上的话，估计已经拆的差不多了吧。百度 AI 都免费了也没有都免费它只是这个就是把小一点的模型免费了大一些的还是要付费的。这个把眼镜擦一下这是要砸盘的意思，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它确实是要砸一下。这个而且百度呢，我现在感觉他们像在叫什么移动互联网时候一样，叫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它有点赶不上，就是在这块上，它跟Kimi 跟这个阿里，包括跟01万物比，对吧？我觉得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用360 AI 试试，没用过他们家的。这个讲讲中外办学马上高考了，比较
茫然啊。我们这个也马上高考了，我们6月我估计还有2礼拜，对吧？这个就高考了。这个哎，只能考完再说了，现在有啥好说的呢？我小学的时候，一个同学因为和李鹏重名，中间加了个字儿，叫李。哎呀，这个真的好厉害。怼老范，老范会以类似今天这样的读评节目让他们上电视。对的，这个怼了我以后，我会把他们拎出来晒的。对，但是反正大家也不知道是谁，所以无所谓。我也解了气了，然后呢，他们这个也可能就没听到，就拉倒了啊。哎，今天真的好奇怪，我今天的这个直播怎么就50多个人呢？60个人，这个今天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呀！赞也不少，50多个人有24个赞，啊，真的不知道今天是出现什么幺蛾子了。我觉得正因为百度 AI 市占率不行，所以撸起袖子砸盘子，啊，不过这样一搞，行业怕是难了。肯定会有变化，但是难不难，这个我倒并没有那么担心。你没预告啊，大哥？发了呀，我应该是中午就发了呀。这好奇怪。360可算了吧，鬼知道安装他们的 AI 软件会附赠什么大礼包。对，这个名声就是这样啊，被限流了啊，这个是有可能的。都在约会啊，今天约啥会啊？今天是22号啊，520没约会，你今儿约啥会啊？这个话说老范读评为何不把评论贴到画面上？这不是在贴吗？别纠结，钓鱼佬也有鱼不咬钩的时候，好吧？预告了，对啊。点个赞，点个赞。今天应该没什么大事件才对，好奇怪。我觉得我是被 YouTube 收拾了啊，那不管它了，咱们继续。阿里店小二一年贪了9200万啊！有人讲了，说腾讯的小程序等审核也是和店小二类似的产业链。7、8年前做小程序的时候，怎么都过不了审核，而且不给理由。这些审核好像还是腾讯外包的，腾讯也不提供任何渠道申诉。后来才知道有个渠道可以联系到审核的人，不一定是当时拒绝我的小程序的审核人员，可能是一个组织，有的人负责拒绝提交审核，有的人负责联系提交审核的人，然后收钱，定期大家分，给个2000到5000不等就可以审核通过，给的少只能保证1次通过，给的多可以3次、4次审核顺利通过。对，这个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没有监管啊！任何的这种权利，只要没有监管，都会变成这样的。我看这边，北美一周上一次 Office 的3周去 Office 的什么意思？北美一周上一次 Office 的3周去 Office 的，这个没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可能最近几天机场不行，不少人上不来啊，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吧？是不是6月快到了，很多人机场崩了啊？这个有这可能。现在国内体制内不能用 Windows，那多年后国产电脑 Windows 差别越来越大，以后会不会行政单位买的那些电脑就只是中文打字机了？还有那些专用软件怎么办？安卓 APP 呢？这个事儿只能看啊，这个不好说，这个咱等着看吧。引用以前历史老师说的话，中国人过啥节都是吃喝买买，啪啪啪啊！这个最后没看到，有这个可能啊，每年固定2个时间段炸机场，好吧，强又变高了。我机场还算正常，我这儿也还行啊。就前几次直播，有这种波动啊，这个
但是这个还 OK 了。日子近了啊，好吧，小红书的审核才恶心，根本不告诉你哪条回帖违规就封了。是的，就是中国这个搞得行不可施则微不可测，然后投诉无门，对吧？就导致各种的潜规则、各种的灰色地带就会出来啊，这个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人少可能是天气热了，待在家里的人少了啊，也有可能吧。这个上面这位朋友也想多了，国产系统连打字都不利索，够不上打字机的性能。哎，好吧，周三去 Office 的人多啊，这个是有可能的。有空讲讲菏泽郭有才啊，从来不看抖音，也觉得不错。据说一个月涨1000万粉，而且啊，其实很不错的年轻人。郭有才，我为什么一直没讲他呢？因为第一个是最近 AI 啊什么事儿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郭有才唱的歌，我其实看过一点，真反正对于我来说完全无感啊。你们要想，而且前面讲了挺多的这种，就是草根这个突然崛起，然后又突然下去的这些事情，这个呢其实是抖音的一个政策，它的政策就是不停的去寻找和扶植这些草根网红啊，然后每过一段时间换，每过一段时间换，这就是他们就一直干，算法就这么做的。小红书真的是一个谜的存在，我玩了一下不懂啊，更多的是卷不动，上面太卷了，对，小红书实在卷得太厉害了。这个拿 Cloudflare Worker 自己搭一个，1分钱都不用啊，这个不太会玩这个。提到 Office，我365快到期了，也在犹豫是不是续费。我明年不想续了啊，大概是这样。我只当小红书是工具软件和用来看健身小姐姐。我小红书还是看的蛮多的。我看很多东西其实是在上面抄人家的 Midjourney 提示词啊，这个还是用的很爽的。只是现在不给用 Windows，谁说以后不能用？这个等着看吧。微博没有人工客服，B 站也没有，其实都有啊，只是你找不到而已。动不动就封啊，也不告诉你原因啊，也找不到人，服了。好吧，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举一个 B 站的例子吧，B 站比如说有人搬运了我的视频，对吧？然后我去投诉，然后没人理我，然后我找到我在 B 站上班的前同事啊，然后说内部阻碍很大，搞不定，对吧？那就找到这个在 B 站上班的更高一层的同事，然后呢找到了以后，这个就下边说，哎呀，您认识这么高的领导，怎么不跟我们说一下呢？我们马上帮你处理，对吧？你说吧，你想怎么弄他？我说来把他账号封了啊，咔嚓那账号就封了啊。那你说他上哪儿说理去？他也没地儿说理去。不可能放弃 Windows。我之前在公安局实习的时候，公安局用的是 XP，这个有点太早了，哪年了这是？机场不是很多节点吗？自己搭建，哎，大家太麻烦了。又直播，晚上好啊！我们每周三晚上都直播，难道今天不是周三吗？这个就70个人啊，很缓慢的增长，这个真的是很奇怪。是不是谷歌搜不到抖音啊？谷歌搜中文视频都是 B 站的，抖音应该是没有让他进去搜啊。这个，老范知道怎么手搓 Sandbox 的这个 JSON 配置文件吗？不了解，这种东西啊，你应该去问 GPT 啊，GPT 会给你回答的很好的。Worker 很慢的啊，根本用不了啊，这个没用过它那个。Vision Pro 是不是公开了硬件设计？在 X 上瞟了一眼，不知道真伪。它其实不是他公开的，应该是别人去拍的 X 光，然后整个拆机了吧？啊，应该苹果没有干这个事儿吧？机场还是快的，是的。不用 Windows，很多打印机都用不了，怎么办公？放弃 Windows 是不可能的。这个你可以连打印机一起换掉嘛？银行系统应该都是 Windows 啊，停了 Win 的话，金融风险非常大。银行有 Windows 系统，但是也有很多是 Unix 或者 Linux。Office 是不是是什么？为什么周三去的人多啊？就有些人肯定是平时不去办公室嘛，对吧？然后每周三到办公室开会什么的，这个是我知道有些人这么干的。因为男性根本不花钱，只有女性有消费类啊，所以商家就洗脑520，所有男性必须给老婆和女朋友转账。
结果今年广大男性因为胖猫事件觉醒，将520重新命名为捞女节。哎，这个怎么说呢？现在有人说反转了吧？胖猫的姐姐最后被判是有责任啊，而她的捞女的现在就没法说她是不是捞女啊，就是这个谭竹对吧？啊，说这个正常的交往关系啊，双方还见过父母是如何的，对吧？现在讲成这样，啊，这个呢，反正我觉得，就道德的判断来说，我们永远可以相信政府，对吧？啊，他们就会出这种，这个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这样的判例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块的道德标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我以前用谷歌云搭过一回啊，然后没满1年300就花光了，好吧？有人看《庆余年2》嘛，第2季有点用力过猛的样子。是的，据说后边几集好一点啊。我太太在看，我是从来不看这玩意儿。这个小说还是不错啊，但是这个剧我连第1集也没看过任何一集啊，就感觉没什么意思。这个怎么说呢？猫腻的小说其实最好看的不是《庆余年》啊，猫腻的小说最好看的是《剑客》，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国产剧集好多年没看了，是我也不看。老范知道某部数据被 DDoS 这事儿吗？听说花卷和一条专线上的供应商有影响，不了解这个事儿。我看国产剧纯粹为了蹭流量，了解一下广大妇女都在看什么。你这个好吧，这个理由让我无法反驳啊。到处都是 XP 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还抱着 NT40啊不放。对，我那个时候也用 NT 啊。后来是 Windows 2000啊，然后再往后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人少大概是和陈一发撞了啊。陈一发在直播，难道我的用户那么多人喜欢看美女吗？虽然我也很喜欢看啊。打印机国产化推动设备更新换代，对，全换新的就算了。发姐有啥可看的啊？这个发姐到底多大岁数咱不知道啊。CF Worker 啊，这个我们不研究怎么去挂梯子的事情。什么时候出一期微软发布会？感觉微软火力全开，中美关系很好的时候，谷歌给每个高校发服务器 mini Google， 微软搞 Live at ETU 啊，那个时候真好啊，是啊，现在就一去不复返了啊。微软发布会Copilot 加 PC 我已经录了啊，这个现在如果是会员的话，应该已经可以看到这条视频了啊。如果不是会员的话，明天早晨8点半应该可以看到这条视频。人少是不是最近没聊吃的啊？这个有可能。等我先把这几条这个读评读完了，咱们可以聊聊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发姐不看的，人多的直播间都不去啊。好，感谢。剑客里面的内容可不能公开讨论啊。是我13年实习的时候，那种审讯室弄笔录的电脑都是 XP 系统，好吧？这个没进去过。2013啊，中国网民占总人口是45.8%，2023是77.5%。中文互联网舆论也和互联网人口结构变化有关吧？这个不好说啊，我觉得跟现在技术力量有关。塔主啊，该发动聊吃播公式了。是的，我就知道你要说剑客，对，剑客确实是不错啊。剑客就是我们的未来。搞笑的是，故事里面的2个国家都像我们，这个我们就不去折腾了啊。应该不是，陈一发刚开始直播几分钟，也才200多人，好吧？但像我平时也有200多人，今天怎么就70来个人呢？而且我们都折腾了快1个小时了，才70来个人。我觉得微软发布会热度很一般啊，主要是 Copilot 加，这个看呗。这个 Linux 发行版乌班图。然后其他的 SUSE， 然后再往前，其实 Red Hat 原来用过啊，但是用的不多。然后叫 Fedora 什么也用过啊，这个但是我觉得最后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乌班图。
也喜欢陈一发，为什么不喜欢呢？这个挺漂亮的姑娘，觉得 Arc 浏览器能够取代 Chrome 吗？不可能，因为它底层也是 Chrome。Copilot 现在不科技，能用吗？这个之前我用，我用要科技，你说你这句话说的别扭不别扭吧？对吧？这个这么奇怪的说法，这个我觉得 Copilot 用起来呢，肯定有可以不用这个挂梯子的方式可以用啊。然后呢，我也分享了一些，只是呢，在付费频道里，对。国内聊不了啊，可以聊国外的啊，比如 Silo 那样的这个剧集啊，是《羊毛战记》还是非常好看的啊，这个是真的。网文近几年只看过林冰神夏，他写的《死人经》和《儒子地》，感觉水平最高的网文啊，这个倒不认为啊。回头我们可以讨论讨论水平最高的网文是什么。在线的朋友该点赞了啊，这个我今天已经放弃了，今天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回事。估计陈一发也在筹备啥直播，只有200多号人，有可能。这个 Chrome 目前取代不了，可以试一下 Google APP 的Gemini，只是比 ChatGPT 保守，但是加入听歌识曲啊，这个反正 Gemini 就属于功能很强，但是没法说。Chrome OS 干干净净，简单上网刚刚好，但是你那种东西拿到国内来就很悲催了啊。Gemini 啊，看到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还行啊，我 Gemini 其实每天都在用，这个效果还可以啊，只是它出的很多文字会差一点，但是它对于这种复杂逻辑的处理，其实是我现在见过比较强的。好，继续。微软搬迁国内 AI 团队啊，有人说了，说微软小冰原来是业界领先的呀。是啊，微软小冰原来确实做的不错，因为我有好几个同事原来是微软小冰出来的，而且国内最早的好几个AI 语音识别 AI 的这个叫做什么自然语言处理团队的这个创始人都是从微软小冰团队出来的啊，那个确实是很厉害。再往后啊，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离开家乡，这些人，路都给他们铺好了，好多的机会，但我猜相当多的人不会走。对中国来说，出国是大事儿，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我在新加坡招人，印度的就歪嘴了，欧洲的，连南美的人都有申请，可是你很难找到中国人积极出来。应该不少吧。前2年，摩根斯坦利把上海的一个 office 关了，愿意来新加坡的就给他们安排来新加坡。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在上海刚花了几十万给儿子送进一个重点学校，后来就没出来。是这样的，就是中国人呢，肯定还是特别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人才，他觉得我在国内也混得很好，他们就未必会愿意出去啊，这个确实存在。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这种混不下去想跑的人啊，这个，还是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人家有机会的人，反而就没有那么珍惜了。这个再往后，说大国出程序员不假，就像印度、东欧，也都出很好的程序员，英国、法国、德国那些，澳洲也有很好的程序员啊。如果不是更加好，你可以用梯子。我可没听说老外上赶着搬梯子看大国程序员搞啥，看也看不懂啊。你要是仔细看看美国大公司的源代码，有的时候可以识别出英国团队还是德国团队写的代码。对了，在美国的俄国程序员也不少，以色列呢不产程序员吗？至于那种人数很多但是不大重要的码农程序员，大国肯定不少。非常会加班，当然加班也包括在拼多多摸鱼。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印度确实有很多程序员，但是印度程序员跟中国程序员还是有蛮大差别，包括德国、英国、法国的这些程序员，第一个他们自己也不够使啊，第二个他们的程序员跟中国程序员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于说搬着梯子去国外呢，是因为国外有更多的这个代码，更多的这种机会。至于说国外程序员会不会搬着梯子进来看，这个
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说这个问题啊。这个而且中国的团队他们是真的见过，真的玩过。我告诉你差异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你比如说新西兰有没有好程序员？可能有啊，但是他一个国家就500万人，你跟他说大数据高并发，他会朝你傻笑的，对吧？这个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你中国人你去了以后说，我见过双11，我见过春运，这些人，你说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哪里有，对吧？这个真不一样。这个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啊。再往后和 Indigo 聊谷歌 I/O 那一条，有人就说了，说 OpenAI 要有自己的用户，除非有自己的智能硬件和操作系统。目前看就是智能眼镜和 Linux 系统。这件事呢是这样，就是要不要有自己的用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现在谷歌、微软、苹果、Facebook，就这4个公司吧，都是有自己的用户的。谷歌其实差一点就没有啊。谷歌是怎么有自己用户的？其实大家注意，你使用搜索引擎的时候，你不叫谷歌用户你叫谷歌流量什么叫谷歌用户呢？就是说它有你的联系方式了，它能找到你了它能给你发信了这叫谷歌用户了。然后谷歌是通过做 Gmail 来有的自己的用户在谷歌没有做 Gmail 之前，谷歌上面都叫流量，对吧？现在 OpenAI 上呢，其实大部分也是流量，并不是它自己的用户那么这个有没有能力把流量转换成用户呢？不好说，或者说这可能压根就不是 OpenAI 自己在追求的事情，它有可能说这个用户就是微软的，就是苹果的，我就这个在上面提供服务，然后挣钱就完事儿了，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好，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网文我还是怀念张小花那个时代，没看过，这是谁的书？Gemini，我的使用体验很糟糕，是会把我的导航到目的地的几公里以外的体验这个我不了解你到底用它干什么了。发姐也是 AK 的客户，这个老范和 AK 一堆粉丝重合，AK 粉丝也是发姐粉丝，所以粉丝一重合，自然就没有人看老范了，好吧？这个中年大叔肯定是要稍微的那个什么一点稍微不那么受待见一些。网文就只追这个这个就不再讲了死人经第1卷还行，复仇剧情，第2卷看了一半晕了，就不看了这本书我没看过。感觉老范的更新频率一天工作不少于6个小时，我每天至少得10几个小时。朱延雪，你们这些人就不能交流点好的吗？安土重迁这个中国人确实有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你们就稍微的弄点好的。巴基斯坦程序员怎么用怎么样？没用过这个真的没跟他们打过交道。老钟血液里的诅咒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实无法判断最好的网文吧？是的。好奇现在这波 AI 风口 IBM 在干嘛呢？以前 IBM 在人工智能这块挺超前的，我也不太了解他们不知道在干什么。体制内信创就那么回事办公用国产，关键还是 Windows。我觉得中国人反而是比较喜欢干这种叫做掩耳盗铃的事情。微软小冰做的是真不错，中文说的最流畅的一款。是的，它只是上一代的产品而已。这个议员，刚才是让我去看这个什么的是你吗？就是一个特殊的这个 AI 不是你，那叫 IM1-AI。这个 IM1-AI 这位老兄呢，如果你是你提的这个公司的人你如果希望我们给你做一下宣传，你可以单独联系我，对吧？但是让我自己去研究这个系统，这个我实在是最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确实 IBM 没什么动静，是的。你们这些老色批日本演员什么的，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至少看脸认不出来。
国内国外程序员的问题啊，就像数学成绩和数学家的比例，有点儿，油管上都没有几个中国程序员，印度的非常多。对啊，油管上大家看说讲英文啊，我觉得不是我们专出程序员，实在是因为收入好的行业太少，而且互联网和软件是为数不多的没有太重官僚味道的行业，自然年轻人就扎进去了。这个说的很对啊。今天呢，看了一条 Jeff 李的视频，叫 Jeff 的科技视角嘛，他就讲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出海了以后都喜欢招中国中国人干活啊？就算是招了当地人呢，也就是做销售，这种研发岗基本上都是中国人。然后呢，他分析这分析那，说中国的公司怎么卷了，外国人不适应了啊，中国人怎么不尊重他们了呀？这个怎么加班了呀？讲了好多这些东西。后来我说，你没必要讲这些东西啊，就简单的一个问题：日本企业到中国来，然后我们去应聘这些日企的时候，我们会努力的学日语；韩国企业到中国来啊，中国人去应聘这些韩企的时候，会努力的学韩语啊。当然，他们如果有要求说英语，他们也会去努力学英语。美国公司到中国来，我们也会让去应聘的中国人努力的学英语啊，或者是比如德国公司说德语，这个都会去干。但是中国公司到美国去招聘程序员的时候，那些来应聘的美国程序员有没有努力的在学中文呢？所以啊，中国公司在美国招了大量的中国程序员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我们只能用中文，而是因为美国人自己这种深深的傲慢，对吧？他发现中国公司到美国来开分公司了，他就认为我们应该会说英语，对吧？他就没有想过说他是不是应该学好中文来为我们服务，对吧？来学习一下中国的管理理念是什么样的。他没想这个事儿，他来觉得还是他是世界老大啊，所以咱们就没办法，只能用中国程序员。这个完全是因为美国人的傲慢啊，跟我们没关系。怎么去个洗手间啊，跑出来些老色批？是啊，这些人就是老色批。这个现在的技术，我感觉 Google Class 重新做一次应该靠谱了啊，特别是别定的那么贵，也别回来烫的老范的脸了。这个不好说啊，这个还要看。加油啊！这个在线人数快100了，现在有120个人了啊，真不容易啊。看来老范看过没看过啊？你们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信息输出和创造性的工作者，工作时间从睁眼到闭眼是这样。我全家都在听，一共4个人，算4个吧。感谢感谢。很久以前那个 Sun 公司现在怎么样了？Sun 后来好像它有一部分是被 Oracle 收购了，硬件的部分好像它最后应该都被 Oracle 收购了吧？现在都在 Oracle 里面。IBM 在搞量子计算啊，好吧，这个最近真的没有那么什么了啊。这个搞笑神作啊，这个好吧，以后有机会看一看。楼上请把各自的手机都拿出来啊，这个别啊，咱就看就完了，不要去作弊这个事儿，大家自己看就好了。Sun 被甲骨文收购了，是的，Sun 没有了。这个音乐这件事我真的是不懂啊，因为我前头其实聊过一期。开个小号点个赞啊，不要，咱们就听故事就好了。陈一发是因为一次直播的时候看一个音乐榜单上全是日本歌手，华语歌手排在后面，然后就开玩笑说南京大屠杀了，结果就因为这件事情被封杀了。除此之外，他也没什么反贼言论。这个故事我还第一次听说啊，好吧。这个英语母语的程序员使用各种编程语言，确实有先天优势。这个我并不这么认为啊，我现在觉得还是中国人做程序员有先天优势。美国的公司在中国做业务也是带翻译，没想过学中文。但是我们去应聘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公司的时候，都是会去写英文的呀。对吧？但是你说他们人就是我们把比如 TikTok 这样的公司开到美国去，他们那些来应聘的美国人为什么没想着学中文呢？
啊，这是他们的比较傲慢的地方。美国人的傲慢表现在觉得全世界都跟他们一样，全球标准；中国人的傲慢是觉得全世界都无法理解我们博大精深。哎，这个好吧，各有各的傲慢吧。人少还有可能就是，天黑的晚了，都还没下班呢，好吧，这个那就不管了。如果用中文代码，那国外开发者也会去学中文，啊，这个真没必要啊。中文代码这个事儿就是永远是个伪命题。这个应当不是美国人的傲慢吧？真有几个说中文的美国程序员，中国在美国的公司未必会雇佣他们。会的，会的，真的会的。如果真的有程序员能够说好中文的话，我们肯定还是会去愿意雇佣的啊。不见得啊。前几天给深印美国 IT 部门的人上课，很多都是老外，而且一点不卷，一到5点半就要回家了。深印我觉得毕竟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这个陈一发被封一点不冤啊！我其实没太看过他的内容，但是呢，我原来搜一些歌，然后都是他唱的，我这个还是比较喜欢的。中国人有啥先天优势？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就是，足够聪明，足够勤奋，对吧？而且愿意卷。英文是世界语言，没必要上纲上线。这个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啊。就是你不愿意到一个公司去上班，你不愿意去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不愿意去跟公司的各层级的这个员工也好，管理者去沟通，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先天的傲慢，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好的日曲都有每个月的语言补助金，连无印良品店员都有，应该是日语 N2 给500元每个月啊。这个是看看 TikTok 是不是发一点试试，看看美国人愿不愿意学中文。大国搞 AI 比较跟风，例如小范就不知道 IBM 或者 Oracle 在 AI 在搞什么。这个事情我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对吧？他们搞的，你以为美国人就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吗？对吧？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吗？我知道谷歌在搞什么不行吗？我知道这个Anthropic 在搞什么不行吗？我非要去知道 IBM 在搞什么吗？6月份初，估计老范要停更了，陪公子去高考，也没什么可停更的，那个时候再看吧。是这样的，他们来赚我们的钱，但从没想过学中文啊。对，是这样。那个一语言不是中文，那个就是个骗局。那没办法。陈宫当时可是斗鱼头部主播，他是斗鱼头部的。提到 IBM 最近看有 UP 主做节目回忆当年的 PS3的私有芯片，坑了包括自己在内，加上索尼、东芝、微软微软就微软，不要写巨硬，对吧？咱们都到这儿了，你就不要再去用这个谐音词或者是这种转义词，对吧？谁怕谁啊？你在 YouTube 里说个微软，他还能把你封了咋着？所以在这儿就一定要把它说明白啊！如果你自己都不想说明白，就别说。我的意思是，美国好的程序员，然后还中文的不多除非是华裔。是的，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学这个。他们其实好多美国人真的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就直接来中国了。那勤奋加缺乏创造力的人容易内卷。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中国人其实是很有创造力的之所以我们没有表现出来这些创造力，是因为整个这个社会环境不太允许你去做那种长远创造力的东西，对吧？他对这种创造力的或者对于失败的容忍度太低。写程序需要的是符号和标记，刚好英语是这样的，而且还是人家发明的计算机，自然只能这样了。以后要是达到自然语言编程的话，中文才有可能。我觉得我们说中文写程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去看看美国大公司里头，好多的其实中文程序员还是中国程序员非常多。他们原来统计过，就是按照这个在 AI 领域里头发论文的这些人来统计，不算华人咱们就算是在中国大陆出生，
在中国大陆受过教育，比如清华北大的这帮人，在所有的论文发表者里大概占一半。美国外交部也有外语成绩奖啊，如果评级过了，每个月薪水立涨。我当时问他们的公务员，难道外交部不必须学英语吗？答案是推不动，这个要用钱来诱惑他们学外语。哎，这个挺好的。有没有中国程序员主动学印度语的？这个我还真没见过啊，这个可能有啊，这个事儿不能说一定没有，可能有。有的中国人认为中草药是世界国宝，实情是所有文明都用过草药，绝大部分都被现代医学淘汰了啊。其实不一定要淘汰，我觉得呢，就好多是被现代医学所吸收了，对吧？传教的美国人中文讲的可好了，是的，我见过美国人英文讲中文讲的最好的是，当时去美国的签证官，那中文讲的那叫标准啊，对，英语啊，外语啊，中文语料库都被污染了 ，GitHub 上曝光的黄色词语，等着让 ChatGPT 出笑话。这个我觉得哪儿的语料库都有啊，一语言没有一语言的就是个骗局，没什么好说的。陈一发算是第一波踩到天威不可测那条线的直播网红，也是那阵子开始越来越不可测。是的，欧盟理事会已正式批准人工智能法案，20天后生效，您怎么看？哎，这个其实我是本来想讲一条这个事儿的，但是我发现所有讲欧盟的这种垃圾法案的这种内容都没人看，所以我现在就懒得去研究了。WordPress 社区程序员厉害不？WordPress 社区程序员 PHP 吗？这个我真的不了解啊，没跟他们打过交道。中国老百姓勤奋是被逼的，那咋办呢？其实中国官员也很勤奋啊，勤奋的捞钱。游戏女主播我更喜欢女流啊，可惜斗鱼凉了以后她也不播了啊，没看过。英语为母语的人一般第二语种学西班牙语啊，在美国确实西班牙语可能用的多一些。论文还是要看引用数，不能光看发表数量。你按引用数判，这个中国人可能也能占到一半啊。这个有人统计过啊，这个我还用过这个其实真没必要，讲微软就好了。咱们不要给自己的沟通造成障碍，就是你越用这种词呢，咱们沟通就越有障碍，对吧？华裔的后代，大多不喜欢学中文，方块字比英文来说太难了啊，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吧？不用学印度语，印度程序员都讲英语。是的，签证官都是拿他们自己的外交部绩效奖的，好吧？中国人擅长螺丝壳里做道场，你要是给他足够的发展空间，然后容忍他们犯错误，中国人也是可以创新的啊。乐乐法力中文讲得好，这是谁啊？摩门教传教的中文讲的巨好，因为只有中国人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客户，好吧？我听得懂印度人讲英语，听不懂英国人的英语，猜得到美国人的英语啊，这个好厉害。对于创造力的解释比较赞同，重点是我们从集权以来就不鼓励，其实是压制不同意见和观点，所以集权之后创新几近枯竭，这个好吧？中医就像个小窍门啊，西医的代表是双盲测试，我们应该放下中西对立，对双盲实验的方式用双盲实验的方式来对待中医，好好普查一遍，那是不行的。万一查完了以后发现老祖宗留下来的药方都不能用了，这咋弄啊，对吧？所以好多呢，中医之所以搞成这样，还是经济的原因啊。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采访嫦娥6号某副总师在谈阿波罗登月是模棱两可的语言和诡异的笑的时候，就知道大国航天一定会遥遥领先。哎，好吧，这个还有这故事呢。游戏主播我倒是不搞他，游戏女 UP 主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好吧？这个我是不太看这些东西啊。
当年去台湾传教的外国传教士还给自己编了一本台语字典，现在还有很多会台语的老神父。哟，还有这样的故事没听说过啊？这个为什么微软会成为敏感词？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平时在什么地方发言。认为为什么谷歌会裁掉 Python 团队？哎，我专门录了一期节目讲这个。不是敏感词，而是梗，作为梗用习惯了。哎呀，这个没必要啊。被封杀是得罪了金女士，这个不知道了啊，咱们不研究她的事情了。搞明白啊，草药化学成分就是现代医学不如萃取出来的青蒿素，这个那是现代医学，对，青蒿素不是中医啊，一定要讲清楚。大法人地狱牙膏厂啊，这个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微软在国内，是有什么避讳的？我也没想明白啊，我其实一直没想明白有什么可避讳的。美国人中文讲得很好的经常见，如果你遇到你觉得英文说得好的大国人，那么一般是因为你的英文其实不够好。例如，那几个网红的外交翻译，我觉得英文就一般哈，好吧。一个洋反贼啊，没看过。有没有可能下一代 Windows 反而降低配置要求？要不10的支持结束后，世界少要生产多少垃圾？什么意思？下一代肯定不会，一定会加的呀，一定，因为你就想 Windows 升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你买新电脑，以旧换新啊，对吧？要拉动内需。阿波罗登月是假的，这个话题可以说说，这个不了解啊。等那个谁，土拨鼠，你研究研究这玩意儿到底咋回事，咱们去聊一期。因为阿波罗登月这事儿，我是彻底没研究过。GitHub Copilot 是不是还是在用？应该是 GPT-4了，应该是 GPT-4了，因为我是花钱买了。现在视频号上会刷到一些白皮黑皮说一口流利了北京口音，我其实觉得好油腻，马上划走。我当时碰到他们说东北话的啊。草药和中医要分开，哎呀，这个中医就是一个搅屎棍啊。中成药还不需要3期，不需要临床，只要你能够考古到药方就能允许上市，是这样的。阿波罗那个事情是美国人太精明了，免费科普50年啊 ！B 站一群唯史论和阿波罗登月造假玩的可嗨了，首页点了无数次，不感兴趣还是推。那 B 站就是这么一帮人，怎么办呢？中文好的老外非大山莫属啊，大山算是比较厉害了。这个美国还给了中国1克月壤，让我们研究其中0.5克存放在天文馆，说登月是假的，先把月壤这个请出天文馆吧。赞同现代医学这个说法，一分中西好像搞得中国跟地球不在地球似的啊，是这样的。准备一下，好，研究一下。我并不同意国内创新枯竭。在需要长期见效益的基础学科，没有人研究倒是真的，只是要能够短期见效，还是相对合理的激励机制。国内的创新能力并不弱，是的。不能太遥遥领先。对，自由的思想和法治社会才是创造力的源泉啊！中国人本应该是更有创造力的，是的。微软没有敏感，编的一个虚拟公司，好吧。马斯克在国际水论坛，这个提出解决断水资源方案，主要的解决能源问题，太阳能和电池。他还是要卖他的电池呗，卖他的 SolarCity。但是这种东西他肯定卷不过中国人。讲台语的不算啥，贵州有个叫石门坎，有兴趣的可以查查谷歌，49年以前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和医学最发达的几个地区之一。苗族语言也是时代文字化啊，也是时候文字化的。不知道啊，这个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故事啊。登月造假这些事儿有什么好聊的？这么反制这帮人就是质疑地球不是圆的那帮人，是的。别人外国公司不学中文说不尊重啊，别人学中文又说油腻，弄了半天是仇外啊，倒没有了。其实我是见过一些中文说的还不错的老外的，
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同事叫小刘，我们都管他叫小刘，实际上是加州的一个白人然后呢他是清华毕业的，然后挺好玩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也跟他聊天，中文说的很好。美国把月壤送给100多个国家，大国有嘛？咱们好像也在分这个东西，但是怎么分都搞不清楚。费伊验药派，记住英特尔给了的，微软全拿走，什么意思？黑猫白猫，创新和长期研发都是老鼠，但是长期研发这个不太好抓嘛。国内的科学家都在忙着编论文、考职称呢。是的，他确实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搞这些事情啊。土拨鼠是那个土拨鼠吗？刚才我们讲的土拨鼠就是土拨鼠炸鸡的博主啊。这个人数快到200了，哎呀，这真不容易。今天快上200观众了，慢热。今天我觉得是很奇怪啊。有时候讲讲换头技术，那个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土拨鼠扎记啊，不是那个反贼版本啊，还有个反贼版本的啊，没听说过。说社会限制创造力，有点没啥创造力的想法。我觉得地沟油就标志了创造力。我那天还看一个说，现在地沟油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造了大量的生物柴油去出口，就把地沟油最后都去炼生物柴油了。因为呢，欧美环保嘛，他们必须要求你在加柴油里头要有一部分那个生物柴油，然后呢，他们自己生产油很贵，然后就通通从中国出口，所以中国每年出口好多生物柴油。学外语可以方便的在外企中卷外企中就没那么卷了。英伟达今天财报估计目前为止需求还会继续增长，希望股价突破1000。你明天看看我那条节目，然后你再看看，你再猜这个啊。这个见过领事馆的签证官竟然会说潮州话，把我吓到了。这我还真没见着过，新鲜的啊。差不多200人，60个点赞，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已经非常高了。这个美国是给了我们1克月球土壤，我们根据这个土壤还出了很多论文啊。这个我觉得论文应该可能是水的，为啥一个回答问题不够准确的聊天盒子 ChatGPT 就可以开创一个新时代呢啊？这个我觉得我们讨论了太多这个问题了，以后有机会你可以翻翻前面的内容这个美国人说中文被大国鼓励你中文真好，你在美国说英语，美国不会这么鼓励的。是的，我之前有个日本背包客的员工，中文说的一个地道，而且第一天到上海溜的时候就被教了一个词叫小日本，好吧。英伟达应该到顶，这就不知道了。啥时候聊吃的？还别着急，我这还有好多没聊到呢。好继续。上期吃药呢，有一个人问说，嫁妆其实是社会对女性保护不够的一种表现。又一次为老范能如此理性的看待问题而感动。其实我觉得好多东西我们还是要从社会的一些习惯去看。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上初中的时候记得特别清楚。这个老师要求我们讨论说男生为什么不可以留长发。后来说没有什么为什么什么卫生什么礼貌什么好看方便都是扯淡。我说就是一个习惯你留了长发以后大家看着不舒服，就这一个原因，对吧？其实好多就是社会的造成的这个还有人说这个范老师应该补充一些益生菌我对于益生菌的感觉一直是很矛盾的因为呢后来好像很多医学证明益生菌的摄入以后会造成自己肠道菌群紊乱，然后肠道菌群必须要把这个益生菌排异干净了以后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直接去吃益生菌，然后它能够经过胃的消化到肠道以后，到底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不好说再往后贾跃亭法拉第未来暴涨这个呢有人说老范你的数据有很多 bug，FF 最低价是3分93.9美分，最高是3.9美元，应该涨了应该是涨了就是100倍这个不应该是几千倍那么这个事情呢应该是我的问题首先要承认错误，是我也是看了别人的文章，然后这个数呢并没有特别认真的核对，然后我自己放完这个视频以后也是觉得这个数字比较奇怪。
啊。当然也有人跟我讲，他说人家那个数是怎么来的，就是4000，应该是一个增长4000%，然后怎么算出来的？然后我就直接引用了其中一部分啊，这个事儿是我要道歉，就是看数据看的不好。再往后说抖音其实是默默的推送了贾跃亭，很明显这次背后有国内大官支持，之所以他还能活跃，就是为了大官的面子罢了。有人在外面称法拉第未来关键给大官贴金罢了。贾跃亭确实是玩政治玩的比较好因为他前面跟的人其实倒了，倒完了以后呢，他又回来，然后跟了另外一个人，然后又起来完了以后呢，现在又玩废了他现在跑出去了。但是通常国内的这些大官呢，是不会跟这些身上有污点的商人去搞事情的，因为官本位嘛，他首先要研究自己的屁股能够有位子坐那么有的是人愿意上来这个捧他的脚。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像贾跃亭这种身上有污点的人越是大的官越是不会沾他一定是如此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外企一样有外企的卷法，是这个是肯定有的。不擅长吃的是这个关键还没到啥时候聊吃的？我大概还有个7、8条等我把那7、8条聊完了，我们就开始聊吃的。我是潮汕人，唱2句潮汕歌来听听，好吧？好像就把月壤送给联合国和大俄了好吧？英伟达这还在忽悠中东土豪入局呢，真忽悠进来，英伟达还在涨这个我觉得已经很难了。关于养老，去泰国还是回国性价比更高？这个其实如果国内稳定，当然是国内最开心了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吃益生菌这个我这个话题太重口味了不光是剪短发，后来还得剃出座来，这个是什么东西？没看懂。没错在拉肚子后补充点益生菌是可以的，身体正常没必要补充，啥东西都是合适最好。对，减肥药贾玲吃的那种，体重下降了，其他问题毛病迎刃而解，大部分情况。这个其实很多的像司美格鲁肽吃完了以后是有很强的副作用的贾玲想塑造一个健康的形象，没想到被发现吃药这个就不知道了。他吃的是司美格鲁肽吗？还是吃什么？还有2个星期，星舰就4飞了，期待土拨鼠和老范再次合作，没问题。不给留头发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朝鲜就这样，18种女性发型和10种男性发型。市场虽然开放了，教育体系和一些制度又没有变过来这个好吧。这个朝鲜这个也很神奇迭久壤这个加而不俄什么意思？座就是头发梢要剃出好吧？怎么看？什么怎么看？这前没后的，让我咋猜去？好你就让我把这个后边这几条读了伊利尔离职，说到价值观得先说人性，而立场大于事实是绝对人性中的人性。有些人能够一定程度上压抑这种想法，但是这绝对是多数人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当人性反映到算法上时，就会变成各种政治正确，这个事实不正确了乃至于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了而人们不想去面对这个事情时，就只能由开放者背锅了当然我自己也是多数人的一部分，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说能够给 AI 定调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喜欢上去好为人师指手画脚一下的那么再往后，伊利尔离职，说有人说伊利尔是个好人但是这个事儿呢，好人干坏事的时候也不少但是我们毕竟不了解伊利尔和山姆奥特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没有跟他们实际打过交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会同情弱者啊，被这个排挤出来的伊利尔，大家同情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在这个 OpenAI 里头，可能对于 OpenAI 整个的发展都是有害的。再往后道德与安全不一样，现在是这个论坛和社交网络的安全原则适用于 AI，比如恐怖主义言论和明显的色情、种族歧视、种族仇视和其他危害人群的言论。但是能把 AI 当作道德法官是不合适也不可能的。道德判断和价值观取向都是人类自己的工作和责任。我不知道 OpenAI 对其团队的哪一根神经搭错了，企图扮演上帝，道德和价值观判断最好交给用户。这个消费者自己除了基本的反暴力、反恐怖主义、反种族歧视，让用户定制个性化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并可以交流分享，并形成市场定制个性化产品是可以分类形成可以卖钱的大市场更可以和人类用户互动升级。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位朋友想得很理想化，但是不是那么好实现这个人类社会之所以现在还能捏在一块往前走，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留出足够的空间，然后我们在空间内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这样才可以往前走。再往后说，老范倾向于集权了政府不该审核生成式 AI， 应该由社会自我规范。但是社会怎么能够自我规范？你还是需要一个机构来去进行评判这个事情嘛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由政府来去搞这个事儿会更好一些再往后说美国公司没有政治斗争，美国公司充满了民主、公平和自由，在美国工作不需要搞关系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你是想反讽一下呢，还是真的这么认为我以前在美国公司上过班，那个里边勾心斗角的也是很严重的只是他们的勾心斗角的方式跟我们可能不那么一样，而且呢，他们有一定的规则在规则之内去勾心斗角这个事儿都是走到哪儿都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再往后Real Short 短剧到底在海外火了吗？这条上说能够有逻辑的去质疑自己的所见所闻，小姐姐的水平还是可以的，而且还懂得去找数据，不是张嘴就说我觉得还是比较严谨的。至于认知和见识是可以透过历练来积累的，比如比起那些愣头青，一上来就是说我们短剧天下无敌。你们这班外国乡巴佬怎么能没看过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年轻人该夸奖的时候还是要夸一夸的不然又要有小姐姐给老范说哭了人家是明星，你应该轮不到看到我的节目对吧？然后也不至于被我们说哭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当然了，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就是这个小姐姐还这个查询了一些数据这个但是最终他还是按照他自己认为的方式得出了结论。而且呢，我之所以把他这个事儿讲出来呢是我觉得他也是有浓浓的优越感对吧？然后真正说的是他这种优越感，说你看你们这些乡巴人这些乡下人看短剧对吧？然后还洋洋得意。这个呢，其实在抖音包括 TikTok 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传统的艺人都是看不起网红的对吧？这个是如出一辙再往后我参加过一个短剧出海的线上会议，浓浓的洗钱味道这个事儿是真的。就是现在很多短剧出海的人素质并不高也是希望挣一笔快钱。但中国人走到哪儿都想挣快钱，为什么？因为没法保证以后这钱还是你的所以只能这么干。这个问题分析了半天，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还是要分析公司财报有判断是不是在讲故事就类似大空头那种进行验证这个事情其实我正好说的是跟他这是相反的为什么呢？就是信息茧房了以后，这些喜欢短剧的人他并不在意有多少人不知道有短剧这件事情然后这些不知道有短剧这回事情的这些人呢也不在意到底有多少人多喜欢短剧，他就是两个活在不同的世界的人那你说这些人说有些人不喜欢短剧，这事儿说错了吗？没错
啊。你说有些人喜欢短剧，这事儿也没说错，对吧？你没必要说在这个里头一定要找一个说到底是41%还是49%还是51%，对吧？这个对于其他人来说根本就没有意义这件事儿。好，再往后啊，说作为华裔，我都不看短剧啊，因为文化产品丰富、口味刁钻的欧美人怎么会喜欢？太假了啊！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样。你作为华裔，你不爱看，你不能代表其他人，对吧？至于其他的这些欧美人，是不是就这个品味丰富、这个口味刁钻呢？你也没法代表别人说话，对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具有代表性这个事儿啊，除了我党，就没有谁能够代表先进的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好，再往后还有最后一条啊，我朋友带了几个人啊，租着劳斯莱斯去横店，假冒土豪以 VC 名义去摸行业，评估下来基本没法回本啊。这个事情呢，其实说的非常对啊。你们知道做游戏最后能回本的有多少吗？大概有4%，对吧？剩下96%都是亏的。其实在中国人卷的所有的这些行业里头，大概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发现能够有5%左右的这个投资能够回本的话，那么大家就会削尖了脑袋冲进去，对吧？这个中国人卷的各种东西都是按这个方式来的。如果你发现说，哎，大家在这拍短剧都能回本，那这事儿哪轮到你干啊？我党早自己干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你这个朋友去冒充土豪 VC 摸了一圈，然后发现基本没法回本，然后就放弃了，啊，就是首先他去摸这个事儿是对的啊，但是发现基本没法回本就放弃了这个事儿呢，太不了解中国人是怎么干活了，对，这所有稳赚不赔的事情根本轮不上我们这些人去干，啊，这个我们干的都是这种刀头舔血的日子。好啊，这边讲完了，我们快可以说到吃了。潮州话不会啊？啊，土拨鼠刚才讲的是潮州话，好吧？看过关于苏联时装周的纪录片，跟剃头留辫子是一个意思。朝鲜那个也是。其实苏联我觉得早期审美还是可以接受的啊。你籍贯是潮州的，好吧？怎么看这个美塔的这个智能眼镜啊？用眼镜第一视角记录字节，也打算拓展智能眼镜市场吧？这个我对于智能眼镜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大感觉啊，因为你像我天天拍视频，然后呢，我拿着各种的拍摄设备出去拍，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后的问题是没法剪，对吧？你拍了大量的视频以后，你如何在里边找到合适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剪出来？然后什么叫最后剪得好呢？就是这个剪完的内容有传播力，这个事儿其实非常难啊，而且成本非常高。你说我能不能靠 AI 自动的就把我的这个，比如旅拍视频就剪出来？你像我也经常到四处去，去日本啊，去泰国呀，去印尼、马来西亚、去新加坡，我四处跑。但是跑完了以后，你们会发现我很少放这个旅拍的视频出来，为什么？因为那视频没法剪，剪不出来，对吧？我看过人家的专门那种旅拍的教程，对吧？你说你出去旅拍了，需要呢，比如说多少的是空镜头啊，需要多少的第一视角镜头，多少的这个面向自己的这种解说镜头，对吧？然后再加上多少的这种第三方视角镜头，然后再怎么去把它拼在一起，然后总结出一个完整的中心思想来，让所有的这个镜头拼在一起，这个太难了，这个 AI 现在还搞不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所谓第一视角记录，你记录完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对吧？就是一大堆垃圾数据而已。打过1个月的司美格洛泰，食欲瞬时下降，整个消化道像是以10倍的慢速运行一样，体重下降了一些，停止后立马反弹。是的，而且好多人打完司美格洛泰以后是吐啊，对吧？这个真不行，因为它整个的肠胃蠕动会变慢。说 OpenAI 是要当道德法官的人，基本不知道 OpenAI 是如何说的。是籍贯山东，但我并不会说山东话，祖辈离开山东的是这个。
但是我是这样，我到了山东以后跟他们聊一会儿，可能会慢慢的转一点山东口音。我属于口音跟着所有人转，就是谁在我旁边聊天，我的口音就跟着人转那种。对，为了安全保证的 OpenAI 可能是对人类去了安全保证的 OpenAI 可能是对人类有害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不可能把它改得彻底好，对吧？你只能是等着它犯错误，然后再改。你如果想把它彻底改好，这事儿就不用干了。AI 制定道德规范是他们自我约束吧，免得出现惊世骇俗的话，冒犯客户，造成不良影响。那这个最后就是自我阉割呗。限制中国发展 AI 是因为开发它的目的是为了特权阶层，包括军事，老百姓会被卡得更死啊，这个就不知道了。让社会自我规范就太理想了，需要人人都是圣人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人就只能自杀了。我去上中学的时候，女生都不让留长发，只能留到披肩程度。是我那时候也是要求挺严格的，中学女生不许蓄长发，好像是挺普遍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女生是可以扎马尾辫的啊。你说你是这个很长的头发披下来或者烫发肯定不允许。但你说我扎个麻花辫、扎个马尾辫，这事没人管你啊。短剧和传统电视剧类似于手游和3A 大作的区别，短剧和手游都是诱导用户充钱。是的，短剧是有点像手游啊，短剧是符合人性的，这一点到哪儿都一样啊，只是这个 business 怎么能盈利且做长这个问题啊，对，这个是需要慢慢探索的。但中国人就是没耐心嘛。曾经和那些人打过交道，我认为官方的人，不干，不是因为不想干，而是创作这方面的平庸。这个好吧，拍完没法剪，是因为你没有团队，有团队你剪完了以后，他也很难搞定啊。而且他们做这种第一人称视角，把这个摄像头装眼镜上，哪有团队，都是按照单独的来算的。传统影视红利被压缩，流量剧大量占用了观众时间，这个演员除了带着精英的傲慢去看短剧外，还有自己生存空间的焦虑。稳中向好之后，行业都怕扁平化啊，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我现在都不旅拍了，拍完真没法弄那个视频素材。潮州人的历史上是，最早到北美的啊，这个很多是开中餐的，好吧？问老范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陆电影跑龙套没有以前是香港电影跑龙套挣钱？这个我没研究过啊，真不知道。在中国挣多少钱，在那边挣多少钱？第一人称旅拍视频必须是非常棒的地方，比如，这个其实真不是啊。这个我告诉你，你看着比较好的那些啊，都是人家认真的规划、认真的剪辑出来的。智能眼镜最大的用处是拿来偷拍，别人不知道你在拍摄，好吧？这个思路很清晰啊。现在大陆的龙套去跟以前香港龙套比，那都没法比啊，这个就不知道了。迈阿密比三亚好多少？这个老范说的这个我深有感触。当年上大学，宿舍舍友来自五湖四海，没几天给老家打电话，我妈说我这口音就是迷。是的，是这样的。坡县就有很多潮州人啊，福建人啊。重点的事情说一遍 ，OpenAI 说啊，要用 AI 来驾驭和控制 AI，符合人的企图的intent 啊，这和道德没啥太强的关系。当然啊，如果你想强制这个事情呢，它肯定对齐嘛，就是要符合人的大的价值观嘛。这个其实也是算道德的一种嘛。潮州人下南洋，是的。今天晚上估计大多数敏感词都出现了，这个你们不盼我点好行不行？一天睡几个小时？大概4、5个吧。我国内大厂同学基本上都是1点以后睡啊。当自由职业者以后，是不是身体状态好了很多啊？更卷了。这个迈阿密比三亚好在，我没去过，我也没去过迈阿密。这个拍的好的 City Walk 第一视角视频，
最低也是这个斯坦尼康，不用吧？他们现在应该好多是用那个就是大疆如影这种，就是那种也是手持的这种稳定器，然后呢是拍的还不错的。正常的，你比如说用这个 Action 4啊、GoPro 啊，或者现在我用的是Pocket 3这种东西是拍不出 City Walk 来的。但是那个如影也是很重的。好了，下边可以聊吃的了啊！你们最近有吃到什么比较好玩的没有？前两天跑出去吃酸菜鱼，啊，吃了还剩最后一口的时候，突然兴之所至，然后打开 GPT-4O，拍了张照片，我说这是什么菜啊？然后 GPT-4O 就马上认出来说，这个菜是酸菜鱼，然后还给我解释说为什么呢？说酸菜鱼呢，这个汤是白的啊，这个酸菜是绿的，里头鱼呢是白片然后还有一些红色的辣椒。说我给他拍的这张照片呢，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对吧？当然我吃了大概就剩最后一根绿菜、最后一个鱼片和最后2根辣椒了，然后加上一碗的白汤，然后他依然认得很准，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啊！呃，苹果的电影模式不行吧？肯定不行。这个想都不用想，City Walk 这个东西还是挺难拍的。吃的聊麦当劳就行了。哎呀，麦当劳我是有日子没去了啊，但是有机会还是会去吃的。麦当劳呢，寄托了中国人对于海外人就是对于老外去做美食的各种的怨念。为什么呢？因为这2天麦当劳又被查了嘛，说麦当劳使用过期食品。但是你们相信麦当劳一定是所有餐馆里头，对吧？这个安全和食品卫生最好的。那些中餐厅从来没有被查到过的，有一家算一家，没有任何一家他们的食品卫生会比麦当劳做得更好。但为什么现在要去查麦当劳呢？因为前面肥猫那个事情，对吧？所有人都在去坑他，只有麦当劳不但没有给他发空包装，还在里边放了赠品，然后给了足足的东西，说这个人死了以后，最后的尊严是由麦当劳来去维护的。那么就一帮人要去举报麦当劳，一定要让麦当劳跌这个跟头。就中国人在这点上那个心里还是很阴暗的。潮汕海外华侨都在南洋，马来西亚、泰国最多啊。潮汕算是侨乡，但潮汕确实有很多好吃的啊。潮汕砂锅粥、潮汕牛肉丸、潮汕牛肉锅，这都是我很喜欢的潮汕美食。这个小贩还是没明白，人的意愿是不是符合道德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 OpenAI 想搞的问题。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的是 OpenAI 尽量让这个 ChatGPT 在干活的时候符合人的意愿，而不在意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好的，对吧？这就是你想说的这个是不是叫对齐或者超级对齐这件事儿，对吧？你不想说这个吗？但是你去在 OpenAI 上说一些不符合他们判断的东西，不符合道德的东西，哪怕那是你的意愿，他会回答你吗？对吧？这事儿你明白了没有？土拨鼠在播线，对，他是在播线。最近国内越南榴莲便宜下来了啊，实现榴莲自由有希望。我榴莲是吃不了啊，这个实在吃不了这玩意儿，包括榴莲蛋糕，闻的味儿都难受。简单粗暴的说，你 AI 别干我不想让你干的事情，但是 AI 也会判断说你干这个事儿不符合道德，他也不给你干。坡县吃啥都贵，还不正宗。哎呀，坡县真的，反正我是没觉得坡县有什么好吃的，但是反正毕竟还是中餐嘛。这个我是在印尼是完全找不到好吃的东西，然后在泰国是什么各种好吃的东西都有，然后在马来西亚基本上中餐也还是比较正宗的。坡县就是贵啊，没什么别的。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在家，这周目前吃的最好的是
Costco 的烤鸡。哎呀，我如果一个人在家的话，我会去买这个叫什么东西，花椒鸡的那个预制菜回来煮着吃。啊，在里头下半颗白菜脑袋，啊，煮点粉丝，煮点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豆泡啊什么，煮一大锅，然后够吃好多天的。啊，那玩意儿实在太香了。啊，花椒鸡是我这几年感觉发现的一道新的美食。没有约束可以训练一个 AI 版的希特勒啊，这个我觉得他现在离希特勒还很远啊。你只要说有一个现实版的希特勒，然后去跟 AI 聊天，然后 AI 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这事儿就已经很可怕了。那么这个OpenAI 呢，现在也在禁止他们的大模型干这件事情。这就是美国害怕中国和俄罗斯发展的原因，其实已经限制不住了。俄罗斯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啊，人家还在努力的打赢这场战争。中国人的至少在 AI 大模型这一块上来说，基本上已经接近 GPT-4了。前阵子看视频介绍牛排熟成，好奇去淘宝看了一下，价格劝退。淘宝的牛排熟成你也敢买？这个我是到饭馆去看了一下啊，这牛排熟成实在是贵的没法整。就我觉得一个人进去没有千把块钱根本出不来，所以看了一眼就放弃了。我以前是很爱吃牛排的啊，就是走到美国、加拿大啊，包括到南非这些地方，都是要去找个地方吃牛排。这个，但是现在反正也是经济情况没有那么允许吧，所以可能也有个这个3、4年没吃过牛排了，感觉原来很喜欢。麦当劳、肯德基啊，肯定是餐饮卫生标杆，对，包括必胜客和这个星巴克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每一次有餐饮问题都是他们出事儿，为什么？因为人家其他地方呢都这个，能打点就打点了，该塞钱就塞钱了，对吧？然后每一次想餐饮有问题的时候呢，只能到那儿去讲。前两天还有一个特别逗的是那个连云港海鲜市场鬼秤，对吧？然后有博主进去打假去，打完假以后呢，然后人家就围追堵截的抢他手机，然后这个人就跑啊，最后跑出来了，跑完了就给曝光了。然后呢，一帮人就问连云港的那个市场监管的人，说你这个市场里的这些保安啊，还有这些市场管理人员在那抢手机，你们是不是这个连云港鬼秤的这个保护者呀？啊，然后呢，这个回答特别逗啊，人回答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也太严重了啊，没有不算保护者，啊，只是呢这些市场管理人员啊，他们的岁数比较大，对吧？后来我想说，为什么讲岁数比较大呢？啊，他说他们很珍惜这一份工作的机会，对吧？如果他们失去了这份工作，可能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不希望这些负面传出去，所以呢会去抢手机，对吧？这样的话，他们可以保住这份工作。那讲来讲去，他最后还是承认了，说这些人就是连云港海鲜市场鬼秤的保护者，对吧？只是他最后给找了一个理由啊，是因为他们岁数大了，害怕丢工作来干这个事儿。然后现在呢，这个连云港呢进行了整治啊，就是对海鲜市场进行了整治。整治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在外边又加了几道保安，然后保证如果你又再在连云港的海鲜市场里头发现了缺斤短两，你绝对跑不掉啊，一定能够把你摁住，把你手机没收掉。或者把你手机里的信息删掉啊，这个事儿是可以保证的。以后连云港的海鲜市场里就不会再爆出任何缺斤短两的事情来了啊！不是说他们把缺斤短两的商家处罚了，而是他们把这个篱笆扎得更严了啊，保证任何人在里头拍摄到了缺斤短两的视频啊，都跑不出去啊！这个事儿很神奇吧？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太神奇了，这事儿。最近有个老太太卖咖啡，对，3包速溶咖啡首冲10块钱，一堆人排队。是的，这个事儿是在南京，好像是叫雀巢老太。但是麦当劳是中信，算是国企吧，但它反正不是中国品牌呗，每次拿它出气。麦当劳的工作手册，即使是10年前的，也让我膜拜，简直是事无巨细，是这样。麦当劳它真的，我哭死，唉。麦当劳不是被金拱门收购了吗？啊，看了老范的点评懂了。你不能光拍呀，需要有意识的和镜头互动，不然就剪辑
的快一点，有节奏一点，这个要求都是很高的。回复安全带的事儿啊，新航受伤的是没系安全带的，还是系好的吧？啊，还是系好吧？好吧，这个反正我是平时不太爱系啊，上飞机会系，下飞机就是快降落会系，然后中间一般我是不会系的，而且也会起来溜达溜达，因为比较穷，所以走到哪儿都是坐经济舱，啊，座位比较小啊，像我这种身宽体胖的人，就不喜欢在那儿坐着，特别是飞这种超长途、超远程，都是能起来晃荡就起来晃荡晃荡。澳洲最好吃的是果条啊，潮州最好吃的是果条，果条是个什么东西啊？新鲜雪哈炒果条啊，这个没吃过。冰箱放过榴莲的话，我可以1个星期不开冰箱。哎，冰箱放过榴莲还是要放那个除味剂。麦当劳在俄罗斯现在改名叫什么？这个就不知道了，意思是，好吧。推荐你买些河南的碾转尝尝啊，是将青小麦搓出来，弄熟了放在石磨里碾出来，啊，新鲜的可以弄些蒜汁盐调一下。哎，这个还真没吃过。河南我真正喜欢的东西是开封的麻辣花生，哎呀，那个玩意儿太好吃了，我家里一直都有啊，因为我小舅子在开封啊，什么时候吃完了他就给我们寄，啊，那东西实在是好吃。啊，至于石碾子这个东西就算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它还是会有大量的石沫掉下来，然后我们就不吃这东西了。哎，最近我们家买了一只新锅啊，苏泊尔有钛不粘锅，据说可以这个不用放油，可以这个不粘，还可以上铁刷子啊。这个事儿，反正每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增加点新东西吧，家里头。坡县吃西餐好啊，高档西餐比北京便宜。西餐，哎，其实我真没怎么吃过高档西餐。我吃过最高档的西餐应该是在法国波尔多的城堡里头，在人酒庄里吃啊，13道菜还是十几道菜的法餐，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西餐。然后剩下的呢，其实都是西式快餐啊，比如到美国去吃 In and Out 呀，去吃这个叫 Pancakes 啊，叫 Pancake House 还是叫什么，就是那种啊，不对，有一个叫什么，叫奶酪工厂，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那个松饼屋什么，就这些是我很喜欢的。然后其他的其实吃的很多都是快餐啊，就是在美国，牛排也吃过，有一个叫牛排屋，叫 Steakhouse，应该在San Francisco 的那个downtown，然后其他的就我在美国其实没有吃过什么特别正经的特别好的西餐啊，在其他的地方，南非啊、澳大利亚呀，其实吃到的特别正经的西餐不多。我现在很怀念越南咖喱和孟加拉烤肉，前者开胃，后者幸福。孟加拉烤肉没吃过，越南咖喱嘛，咱们不都吃的印度咖喱吗？这个我还不知道越南咖喱是什么味儿的啊，没去过越南啊。这个东南亚国家里头，越南我没去过，然后这个当然老挝、缅甸这些地方肯定都没去过啊，菲律宾没去过，然后剩下的泰国啊，这个柬埔寨，我是去过吴哥窟的啊，马来西亚，这个印尼，这个新加坡这些地方去过。坡县啊，那新店各种美食开的到处都是啊，卷起来，这才是稳中向好。哎，你们别说坡县了，我去东京，对吧？那真的是那一条街上，你就看吧，这个从重庆的到南京的到北京的，哎，我说在中国当过首都的地方，都为这个日本，我当时是在上野公园旁边住嘛，都为日本上野公园提供了这个当地美食，对吧？从北京烤鸭、南京盐水鸭，这个叫做重庆什么麻辣烫、火锅，啊，都在一条街上，而脸对着脸。然后你在日本大街上，你看到的日本吃的东西其实没多少，就是
日料啊，什么这个各种盖饭啊，什么面啊，就这些玩意儿。然后中国菜真的是各个地方的吃食都有啊，一点都不带缺项。韩国菜也只有一种，就是烤肉啊，其他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中国菜。我觉得以后所有的中国菜就在日本汇齐就完了啊！我不知道日本是不是也像中国这样，就是有各地美食，然后可以开出各种风味的餐厅来。这个反正我觉得在那边看到的中餐的密度更高一些，什么伊比利亚火腿、黑猪肉，比我在巴黎吃的还好，还便宜啊。伊比利亚火腿我是吃过的啊，很好吃啊，但是黑猪肉我不确定了。小贩估计没吃过 Costco 烤鸡，对，没吃过。我那时候去 Costco 都是买他们那个什么，就那个一大扇那个排骨，就是大概有这么大一扇吧，可能还要再大一点啊，买一扇排骨，然后呢，那个时候到美国去就是 Airbnb 去租人家的房子，然后在 Costco 买那个排骨回来烤着吃，啊，烤鸡还真没买过他们家的。那排骨真的好香啊，那个一大扇的那个猪肋排。忘记之前哪里的山姆也被查了，说冰鲜牛肉有问题，稽查人员还拍成宣传片，看过影片的人都在吐槽，以后没好东西卖了。哎，这种东西就看了就行了。我记得有一年我是哪年啊？2004年还是不对，2008年啊，2008年然后呢去美国啊，2007年吧，2007、2008我忘了啊，去美国。然后呢，那个时候正好是美国有一个什么核泄漏，我忘记了是具体什么事儿了。然后就说美国的奶粉里头核污染超标，然后正好呢，我当时有一个老板啊，就是他是我的一个领导，他呢刚生小孩说那个让我们从美国给他背奶粉回来。我说这个美国这个超标啊，这事儿行不行啊？你这小孩就刚生下来喝这玩意儿。他说你放心好了，只要敢在美国的这个超市和那个他们奶粉好多就是在超市，有的甚至是在药店里卖那玩意儿，好像是药店。然后只要敢在那儿卖的，就绝对没毛病。他说的再怎么着，你买回来也比中国的那个奶粉好啊，他就信心特别足啊。他当时是在他是在上班之前应该是 Sacramento 那边去上学的，就是加州的首府好像是叫 Sacramento 是吧？然后极有信心，然后我就去这个买了这个奶粉啊。当然奶粉并不是说我去买给他背回来，而是他也在，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箱子是多少磅是有数的，当时给他们家小孩买了够吃1年的奶粉啊，所以我们大概是3个同事，每个同事2只箱子，箱子也都是他的啊，就是我们托运的时候就把那2只箱子说成我们的，然后能托运回来。当时给他托运了1年的奶粉回来。Costco 的烤鸡比不上任何国产烤鸡、烤鸭，这个椒麻鸡，卫生不考虑啊。这个我在国内山姆的烤鸡我是吃过，但我其实不太爱吃那玩意儿啊。山姆我最后都是买烤鸡腿啊，整只的烤鸡其实我是不喜欢的。这个我属于那种比较急功近利的那种，就包括吃肉，对吧？你让我去吃火鸡腿，为什么不喜欢？因为里头骨头太多。我最喜欢的东西还是肘子，对吧？这个你啃下去，它性价比比较高。这个是德式烤猪肘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西餐啊，配德国酸菜，味道好极了。好吃是人类的一个是一种意象，没有标准，没有定义，没有逻辑。有的通用说法只有小时候不管够吃的是最好是最吃的。你看看你说这句话，你让我念的时候多么尴尬，对吧？这个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你饿的时候才会觉得好吃嘛，这意思是这样啊，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好不好吃这件事呢，还是有一定的通用标准的啊。你像我，比如说出去，这个墨西哥菜呢里头，比如烤猪肋排，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其他的一般。然后呢，这个美国菜呢，这个叫做什么东西？牛排我很喜欢，各式的汉堡，各式的这样的东西我很喜欢，松饼我很喜欢，对吧？其他的，我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包括炸鱼薯条我都非常喜欢啊。
老范酸菜鱼的例子很好，现在已经可以尽可能无脑和 GPT-4o 聊天了，不管在哪儿想起来就可以给他拍个照片聊天，能力感人啊！那东西能力真的是很强，对吧？前2天那挑西瓜那案子也很神，对吧？一堆西瓜放那儿，然后拍张照片问那个 GPT-4o 说哪个西瓜是熟的，对吧？他通过花纹来判断说哪几个西瓜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去拍一拍，然后再通过声音再测试一下。然后买回来那西瓜巨好，这简直太神奇了。说到预制菜，前几天看了一个帖子，去马尔代夫住了20几天，餐饮零消费，全靠预制菜，说很美味啊。马尔代夫吃什么预制菜啊？这还真不知道啊。老范怎么看彭博社说阿斯麦尔和台积电一旦台海开始开战能停止芯片制造机，什么意思？没看这篇文章啊。伊比利亚火腿太贵了啊，吃点西班牙香肠啊，解了馋得了啊。这个香肠还是要吃德国香肠啊，但是香肠这个东西呢，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吃，比较腻啊，就是没有那么口感没有那么喜欢。包括好多美式餐厅里卖那种叫香肠拼盘，就是有什么长的、粗的、短的，然后这个盘了圈的、软的、硬的那个就不是我喜欢的。我还是喜欢，比如说日式的藤伯社的这个猪扒饭，对吧？你一定要看到那个猪肉里头是有一丝一丝这个原始的肉，对吧？你一旦变成香肠了，变成肉糜了，就不喜欢了。记得介绍香港一家早餐店，也是冲速溶咖啡，不过这个老板打手3000下，像是雪糕一样的口感，也得卖10几块一杯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我从来不吃大锅烤鸡、烤鸭啊，烧鸡、烤鸡啊，即使不考虑食品安全问题，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办法，你不吃能咋办？真的不喜欢土澳啊、坡县这些，略带贬义的称呼啊，我觉得也这个事儿就是我反正也不太喜欢说坡县和土澳啊，至少土澳我是不喜欢的。坡县呢，因为它那地儿确实不大，对吧？买山姆的进口牛肉自己煎啊，再也不去外面吃牛排了。在外面吃牛排最大的问题还是贵啊，其他倒没什么。牛排确实好吃，每次听到都想去吃，我也想去。但是我现在的肠胃可能吃牛排已经没有那么适应了。Costco 的生牛排更加好，Costco 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销售商，是吗？这还真没听说啊。但是你想，我们就是我，因为只有上海有 Costco 嘛，北京没有，所以我吃 Costco 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你像我们跑到美国去，就是一帮大小伙子，也不叫大小伙子吧，就是一帮老男人。然后呢，最多就是 Airbnb 能够租个房子，能够稍微做点饭。然后你说我们能从 Costco 买多少东西回来做？所以这个也能每次想起来去买他那个大肋排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我们都想着，只要去美国就一定找人借一张 Costco 卡。去买那个肋排回来烤着吃啊，巨好吃。我太太现在最喜欢我们这边 Costco 卖的牛薄火腿啊，这是什么东西？和牛薄火腿和牛薄火腿，这个没吃过。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 Costco 买那个什么叫 Cherry 车厘子那个真好吃。是花椒鸡花椒鸡花椒后边那个是那个就是花椒的那种，就是广式的那种，就是它是用南瓜和这个花椒是那种鱼的那种鱼鳔然后这2样东西去吊的这个汤，然后再煮一些鸡肉进去那个是一道汤菜味道好极了。我吃过最好吃的牛排在台北，原料好。你吃过那个叫什么台塑牛排没有？我是吃过在北京吃过台塑牛排，就是台湾塑料厂或者有时候管他们叫王品牛排，就是台塑的老大姓王嘛，然后号称是这个他的太太知道老公喜欢吃牛排，然后呢
又担心这个牛排做不熟呢，这个对肠胃不好，所以他们就专门发明了一种适合中国人吃的牛排，是先把牛排煮熟了，然后再上去煎，对吧？它是完完全全熟透的，然后也很软烂那个牛排，对吧？就是号称是台塑啊，也算是台湾大概最大的几家这个制造厂之一吧。然后呢，这个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啊，台塑的老板流传出来的故事。然后人治社会，处理不了问题就，处理提问题的人还是站在道德制高点，这个也就是这样呗，那能咋办呢？别扯了，上面没有受益。作为基层执法者的保安会，多事儿去管这种闲事儿。今天才上了一个风险控制相关的课程，老师提到的事故发生之后，决策者第一反应是抓了紧急救援，再就是控制不让记者进去，肯定是这样的。坡县是自嘲的叫法吧？是啊，听到苏本以为你接了业配呢。我想啊，人家不给我钱啊。周杰伦原来就是那个大佬黑保镖一个人能占2个座位，安全带想系上老费劲了。一般半搭着，天天飞也没出事儿这种事儿就是出了事儿呢，你也就不知道了。开封是兴盛德花生是的东西。我在广州吃过台塑牛排然后只能苦笑，台塑牛排其实挺贵的，这个但没有像塑料，就味道还可以吧，我觉得味道还可以，只是里边有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啊。高档西餐实在欣赏不来这个我还是喜欢碳水炸弹和油脂地狱那西餐里有好多这些玩意儿。开吃不 Peter Larger 不知道这是什么啊？安老师，国内江湖老毛子哥 UP 主说，游戏是给傻子玩的，这个不知道没听说过这句话。I hope 对，这个是那个什么，就是叫Cheesecake Factory，是那个叫奶酪蛋糕工厂，我是吃过他们家的菜的。开封麻辣花生有牌子吗？有，刚才上面写了兴盛德，就买那家的。下次来坡县请你金沙酒店顶上吃伊比利亚火腿。咱们其实我现在吃这种东西呢，就是觉得不划算，因为吃不出来好坏，对吧？这个我现在还属于在低级趣味里头徘徊，喜欢吃各种的自助餐什么那样的水平。奶酪饼工厂是国内的餐饮连锁行业盈利状态怎么样？你看看关闭了多少家吧。尼泊尔咖啡其实味道上真的是很不错，最近有点迷上了，没喝过。你们谁喝过马黛茶呀？就看着人举了个小罐在那不停的灌那个东西到底是啥东西？应当是泰国咖喱，不了解对泰国，我在泰国也吃过一些咖喱的菜，但是觉得不好吃。麻辣花生黄飞鸿黄飞鸿差远了，黄飞鸿也有麻辣花生，但是味道不行。泰国咖喱现在风行欧美这个真没想到。越南我就知道他们那个粉越南粉，然后越南那个拿粉包的那个饺还是就那个像春卷的玩意儿很好吃。这个日本咖喱感觉更适合北方人口味，别的都偏咸，是的。这个日本就是那种咖喱块嘛，黄咖喱块煮汤吃。高档西餐也有碳水炸弹和油脂地狱，对老范转吃播了，说的这么好吃，那能咋办呢？哎呦天，1个小时2小时18分钟了，不能再聊了山姆也有烤鸡，是有的没怎么吃过。山姆会员的烤鸡也不错，我老婆爱买，我是不爱买这玩意儿。对了这几天天气暖和了，我们都在吃后院烧烤排骨。你有后院呢，看来应该不在国内我至今也没办过山姆会员，不过现在有山姆代购我们是一直都是山姆会员，从山姆在国内开始开那天，那个会员卡就没断过。三里岛核泄漏是吗？我就想不起来，反正是那几年出的事儿。我有朋友做山姆代购，做了几次就把会员挣回来了。这个也是钻这个空子吧。
不过说到日本中餐，最近才爆了，有些中餐厅里也开始玩科技与狠活。这个反正让日本这种比较苛刻的用户慢慢的去优胜劣汰呗，最后留下来的一定是好的。没法说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他如果科技与狠活就让他倒闭。我还是爱吃山姆的德式烤猪肘的，但山姆的德式烤猪肘呢特别小啊，山姆都是选最小的猪肘去烤。你要去这个北京的一些德式餐厅里头，那个猪肘就会很大啊，那个味道好极了。Costco 烤鸡只是便宜，没有其他优点。是的啊，火鸡肉太柴，反正火鸡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一种产品。我在油管上看一个日本做中餐料理的排队这个频道，看完觉得最终解释权反正是他们的，怎样就怎么样吧，好吧。这个卡宾斯基卡宾斯基我还真没在他们家吃过猪肉，卡宾斯基我是吃过的啊，但是很早了啊。Sorry 饭 Costco 的烤鸡，我觉得应该现场吃才真好吃，拿回家凉了口味就会差一点。不过说实话，美国的鸡肉、猪肉，口感都不如国内的，食品安全另说。猪肉其实我并没有说吃出来啊，因为好多人说美国的猪肉没有国内的好吃，对于我来说没那么大区别。口味蛮丰富的，对的。这个应当喜欢我做的西餐，哎，那你得有机会做呀，对吧？这个看看啥时候能吃上。肘子还是天福号的香啊。这个我们楼底下呢有一家叫做原来叫徐记猪肘猪蹄儿，后来呢改成叫做，就是反正后来改名字了啊。他们家做的就特别好吃。他们怎么做呢？就是一层猪肘啊，一层猪蹄儿，再一层猪肘，再一层猪蹄儿，然后这样去炖。然后要买德国肘子，然后再买上哪儿的猪蹄儿，反正这样铺好了去炖。然后这个特别有名，然后极好吃。然后讲的是什么？猪蹄儿里头就是油啊，这个胶质比较多。肘子里头呢猪蹄儿里是有胶质，肘子里是有油和这个瘦肉。然后这个瘦肉吸收了一些油和胶质以后就会变得烂，对吧？然后整个这个两个东西炖在一起，的味道好极了。说马尔代夫吃预制菜，让我想起好多年前看的这个带桶面哈，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了，现在四处都是这个叫中国超市了。美国烧烤 BBQ 的至尊是烟熏牛腩肉啊，我花了很多功夫学啊，烤一次20小时，这个好吧，这也很下功夫啊。老范真天津卫啊，这个香肠的贯口，好吧。我说坡县是自嘲，哎，你看是香肠啊，我们叫灌肠很多啊，也有肉丝肉块的啊。最近我买的波兰灌肠就是这样啊，我没吃过波兰灌肠。在外边吃牛排，还不如买上等的牛排回去自己研究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挺累的。老范肠胃不好，应该试试日本的纳豆，以前吃过啊，但是纳豆呢，反正不算爱吃啊，这个原来是吃过的。哟，这个今天观看人数逐渐增加上来，是的，这个感谢啊，这个是19个月的会员了，老会员了。一说吃的人数翻倍，好吧。这个麻椒鸡也好吃，麻椒鸡我是一般，包括这个上海那边吃的白斩鸡，我其实都不是，就是也能吃，但不是那么爱吃。没有，就是到最后了，聊会儿吃的啊。鱼鳔和鸡啊，猪肚和鸡，猪肚鸡也很好吃啊。猪肚鸡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其实我更喜欢一道菜叫肚肺汤啊，就是猪肚跟猪肺啊炖的一锅汤，那个真的是非常好吃，但是好像不太健康吧那玩意儿。了解这个 Palantir 这家军工软件 AI 公司全面应用在乌克兰战场，通过这次
实战演练以后是应对台湾台海地区局势的秘密武器。以前伊拉克战争让全球人认识到了美军的这个精准打击力度啊，这次如果有战事，估计首战即是终战的结果是大陆海军全线溃败。干这个的，我觉得其实意义不是那么大，千万别相信这个。就是中国呢，还是有很多东西的量是很足的啊。这个打仗这种事儿呢，只要没有打，就永远不要去判断到底谁行谁不行。今天宿舍话题是美食了不，我们反正就是没什么事儿就聊两句美食呗。吃熟牛排说明牛肉不好，好牛肉不能太熟这个熟牛排现在其实两种，一种是熟成，熟成是把牛排封在黄油或者封在什么地方的去风干和这种，其实也算是一种发酵吧，然后慢慢把它熟成掉。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它肠胃不好就是也会去吃熟牛排。鱼鳔和鸡很大的鱼鳔，是的，花椒鸡就是这么种东西。看来上海更发达，这是从哪儿得出来的结论不熟牛排有种特殊魅力，只吃熟的就错过了我出去吃牛排都是吃3成熟的，他们那个叫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英文怎么说了，反正每次去美国要学，就是专门讲那个，就是比那个什么再少一点那个词，就是要那样的牛排。鱼鳔做好了很好吃非常有嚼头。花椒鸡反正也有鱼鳔，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有嚼头，但是那个汤真的很浓稠非常棒。这个台湾的金刚花生感觉也不错，这个没吃过。我到台湾真正感觉比较好吃的东西呢，是他们家的各种肉松然后呢，特别是早餐在这个饭店里头吃早餐，然后是他们家有一种东西叫猪肉纸，就是在台湾。当时我在台北专门跑到他们叫南门市场还是什么市场，就是那个菜市场去买那个猪肉纸，是把那个猪肉弄干了以后，然后弄得薄薄的像纸一样。当时我买了好多，然后塞到行李箱里带回国内来，结果那个压碎了这个就比较遗憾了，但味道依然很好吃。中文名叫知乐坊上海迪士尼小镇上有这还真不知道。越南河粉好吃，但是美国的越南河粉我觉得比越南的好吃，应该是牛肉好。对，是你在美国这里，在这里跟你恶补国内 AI 这个好吧？我们反正就是首先要开心闲聊火鸡肉太柴是很多人不会做，我烤火鸡根本不柴而且多汁。这个好吧，你在什么地方？下次去美国的时候，我要上你们家去吃这个如何看待抖音、快手上面的于谦美食？没看过。我也觉得火鸡肉好吃，我是真不觉得这玩意儿好吃超市里总有猪蹄总是猪蹄卖最多，好吧？这个是哪儿的超市？国内吗？20小时烟熏慢烤，还能保持肉里的汁水。看过视频，自己整实在整不起。是的。加拿大杀猪不放血，烧菜，要放料酒这个反正说好像只有中国放血，其他地方都不放，日本有可能放。烟熏炉都要几千块，还要被果木耳，还要20个小时一直盯着，应该也不用盯吧？这个煎牛排一点不累我煎3分熟牛排也就3分钟然后锡纸包起来，放5分钟就得了。哎呀，这看来真是个会做的呀！美国动物内脏除了肺好像都有吃的，肺很好吃猪肺非常好吃。猪肚、猪肺，嘌呤爆炸是这个东西肯定不是健康的东西美国吃猪肺违法吗？这个有在美国的赶快告诉我们。我个人5成熟牛排真心喜欢，好吧？是这个词好像是这样的real 这个告诉他要吃这样的牛排，不是的别买那么贵的炉子，果木有做成颗粒的，可以自动控制温度，我有无线温度计温度到了会报警。哎，这个
看来大家还是会想办法的啊。对比牛排，我还是更喜欢猪排啊。我这几年也是更喜欢吃猪排了。油炸猪大肠啊，大排档必点啊，这个我是从来没吃过。猪大肠我喜欢吃九转猪大肠，山东名菜。真说饿了，去便利店好吧。这个 medium rare，它好像是3成熟就是 rare，对，好像是这样的。3成熟牛肉里头没有寄生虫之类的嘛？嘿，你要真在那儿吃出来，那饭馆能管你一辈子。喜欢肉松的话，可以试试厦门的这个。关键现在是这样，就是我在家了就没机会吃的东西了。美国不能吃肺。彭丽媛的弟弟入军界，这事儿靠谱吗？没听说过啊。这个咱们毕竟不是政治博主啊，这种事情不知道。这个我正想说，你下次来美国，在我家住几天啊，我做饭给你吃，再带你去看看阿波罗登月的故事啊。还有几间应用软件公司。哎，你在哪个州啊？在具体哪个地方？我很喜欢吃卤煮，卤煮我现在已经不行了，卤煮实在太油腻了。这个生活在南方，整个城市里基本没有卖卤煮的，卤煮我现在已经不行了。我吃过快餐牛排，全熟啊，这个，亏得我正儿八经拿着刀叉，好吧。对，老范说到猪排都流口水了，是因为我们家旁边有一家墨西哥餐厅，然后就吃这个烤猪肋排啊，那个真的是很香。上面那位家厨大哥的频道全是做菜的，这个挺好的。阿波罗登月肯定是在佛罗里达。哦，好吧。是你说 Costco 只有上海有，国内好像就是上海有一家吧，其他的可能第二家有可能会开在深圳，他们也没想着开到北京来。美国大多不吃河鱼、湖鱼，重金属污染。这个好像是美国鲤鱼污染嘛。羊汤，羊汤，山东羊汤是很好吃的。山东特别是到莱芜，然后反正有一些地方羊汤很好吃。这个烤牛排内部是要达到一定温度，不会有寄生虫，对，是这样的。佛州人才辈出的地方。哎，是说佛州不养闲人吗？卤煮吃得过瘾啊，最好放点蒜泥啊。这个，但是卤煮我现在真的不行啊，在休斯顿，德州啊，德州，我们没有工会，这叫啥事儿啊？好吧，可以去德州溜溜，烤肉大国。我还没去过德州啊，德州真的从来没去过，有机会吧。赶上直播，第一次，哎呀，真有第一次赶上直播的。行了，我真的要结束了，已经2个半小时了啊，不能再聊了。这个一旦聊到吃的这事儿就没完没了了。休斯顿中餐厅最好吃。哎，这个中餐厅我发现也是分给老外吃的和给中国人吃的，它完完全全是2种不同的中餐厅。前几天逛街看到一家奶茶店排长队，叫茉莉白茶啊，想去尝尝，但是队实在太久了，不知道他们除了好看还有啥营销特别的地方没有？他们有可能花钱雇人来排队的呢。这个深圳已经有了啊，德州五德充沛，好吧。一说吃了就停不下来了，对，真的要结束喽。我第一次吃折耳根是在休斯敦啊，折耳根我是吃不太了的。好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非常感谢。咱们从一开始的几个人，然后慢慢的聊到这会儿了。再见，下周3老范读评继续。结束。